他是世界上最窝囊的男人，为了给妻子的弟弟治病，他卖掉婚房，掏空积蓄，连亲妈的养老金也没能保住，甚至义无反顾捐献骨髓，差点丢了性命，却换来了尖酸刻薄的丈母娘、贪得无厌的小舅子，以及转身投奔富二代的妻子。直到临终前才恍然醒悟，却不曾想上天给了他一次从头再来的机会。为了给你弟弟治病，我卖了父母留下的房子，捐了骨髓，你们到底还要我怎样？姐夫，骨髓都捐了，再捐个肾而已，这不过分吧？我女朋友就等肾源了。你现在没钱没房，还不肯为我儿子的幸福捐肾，我女儿就是瞎了眼才嫁给你。周航，你别在这儿装可怜了，要么给我弟弟的女朋友捐肾，要么咱俩现在就离婚。你要是去不了推，我也把你推过去。我以为夫妻3年总有一点情分，我以为我掏心掏肺总能换来一点真心，我以为我救的是家人，没想到我养的是一群喂不饱的狼。我对不起我爸妈，我毁了他们的心血，我毁了我自己。无尽的悔恨与绝望彻底吞噬了周航，他带着前世所有的不甘与痛苦，陷入无边黑暗。再次睁眼时，竟重生回到了陈玲玲第一次逼他卖房给弟弟治病的那一天。上一世我卖房捐髓，家破人亡，被你们榨干最后一滴血。这一世我周航对天起誓，必让你们一家吸血鬼100倍奉还。周航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去卖房？我弟弟还在医院等着钱治病呢，你别磨磨蹭蹭的。你脑子有问题吗？你弟弟治病凭什么要卖我们的房子？你们家的房子呢？我们家的房子卖了，我弟弟和我爸妈住哪儿？睡大街吗？周航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无情了？你也知道睡大街，那你怎么不想想这套房子如果卖了，我住哪？我们可以住你父母那边啊，让你父母暂时委屈一下，怎么了？结婚的时候你可是说你绝对不会跟我父母一起住，你嫌他们麻烦，你嫌他们碍事儿。那不一样，现在特殊情况，等你房子卖了，我住你父母那边，你父母就随便找个出租房住下就行了，别让他们影响到我。陈玲玲，我现在就明确告诉你，房子不可能卖，你弟弟的病我也不会出1分钱，你们陈家休想再从我这里得到1分1毫。不卖房，周航，你要是敢不卖房，我就跟你离婚。离就离，谁不离谁是孙子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有本事我们现在就去民政局，谁反悔谁是狗。走就走，谁怕你？我倒要看看你离开了我以后能过成什么样。笑话，我陈玲玲要身材有身材，要样貌有样貌，是你不懂得珍惜，有的是人珍惜我。快点儿，别磨磨蹭蹭的，现在就去民政局，今天必须把婚离了。终于离婚了，这一世再也不用被这一家子吸血和连累，我终于自由了。别在这装模作样，赶紧回家收拾东西。既然离了婚，我也不会再住你的房子。周航，离婚协议你也签了，属于我的那一半财产你尽早给我，否则别怪我去法院起诉你。放心，最多3天我就把该给你的钱给你。这女人是不是真的脑子有问题？那些所谓的共同财产早就被她偷偷拿去给陈伟挥霍了。现在居住的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她能分到啥儿？你最好说到做到。上一世被陈玲玲逼迫卖房，不到半个月，小区就传来了拆迁的消息。当时陈玲玲还来我家上门闹事，最终被拘留了，才彻底安分下来。这一世，我不仅要保住房子，还要让陈玲玲1分钱的拆迁款都拿不到。3天的时间转瞬即逝，周航一直待在家里，没有出门。他正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张核算好的财产清单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。都离婚了，你还来干什么？你以为我想来？要不是你还没把钱打给我，我才不愿意踏进你这破房子一步。3天过去了，财产你算好了没有？算好就拿给我看，没问题就赶紧打钱。早就算完了，你看看吧。别墨迹了，直接说我能分到多少钱。你没长眼睛吗？周航，你个王八蛋什么意思？我们的共同存款什么时候只剩下100块钱了？我们的钱呢？是不是被你私吞了？哦，你说剩下的钱啊？我给我父母了。给你父母？周航，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这可是我们的共同财产。你在搞笑吗？你把钱拿给你那废物弟弟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过要经过我的同意呢？怎么就没想过那也是我们的共同财产？那怎么能一样？陈伟是我唯一的亲弟弟，我给他钱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你父母那2个老东西跟我又没关系，凭什么拿我的钱？陈玲玲，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。我就说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那2个老东西占着茅坑不拉屎，明明手里有钱，凭什么不？你竟然敢打我，周航！你竟然敢打我！劳资就是要教育教育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。你要是再敢说我父母半句坏话，我让你从这爬着出去。你变了，肯定是那2个老东西给你灌输了什么，所以你才变得这么狠心。别你我的了，我不想看到你，赶紧滚！不行，你必须把我的那份钱给我。钱？这几年你给你那废物弟弟小额转账就不说了，大额转账有30多万了吧？如今我拿30万给我父母也算是扯平了，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去。好，周航啊周航，我算是看透你了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。滚得正好，
这套房子马上拆迁，等赔偿款一下来，我有信心快速成为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。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得先防备陈玲玲一家。拆迁的消息一旦传开，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陈玲玲怒气冲冲地走在街道上，突然她停下脚步，从包里掏出手机，对着自己红肿的脸颊拍了几张照片。随后她翻出早已准备好的离婚证照片。我就不信治不了你周航，今天老娘就让你身败名裂。几分钟后，陈玲玲的朋友圈更新了一条动态。由于两人共同的朋友众多，评论区很快就炸开了锅。周航那个渣男竟然敢打你，这下头男怎么敢的啊？玲玲你别怕，玲姐，你别怕，现在是互联网时代，像这种打老婆的渣男，我们就应该去小某书曝光他，让他身败名裂。就我关注了离婚证吗？玲玲，你和周航离婚了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卧槽，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到玲玲你和周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为什么打你？与此同时，周航也刷到了陈玲玲的朋友圈，他面无表情地看完后感叹道：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这女人还是这么喜欢搬弄是非，可惜有监控录像在，我随时能反击你。周航毫不犹豫地点击了删除好友按钮，将陈玲玲从自己的好友列表中彻底清除。怎么样，玲玲，要到钱没有？你弟弟现在住院，每天的开销都是一大笔钱，咱们家的那点积蓄可支撑不了多久啊！不对，你脸怎么了？谁打的？妈，我被周航骗了，这家伙一开始就没打算分钱给我，他还打我。什么玩意儿？周航那小王八蛋竟然不给钱，他怎么敢这么对我女儿？他说他的钱已经给了父母了，还说属于我的那一部分钱已经被我弟弟拿走了。这小王八蛋的心可真脏！小伟可是你亲弟弟，他给你亲弟弟花点钱不是应该的吗？就是，谁知道这混蛋怎么这么绝情？但是小伟的救命钱这下可怎么办啊？必须要回来。玲玲，你去医院照顾你弟弟，我亲自去一趟金小丽家。我倒是想要问问那两个老不死的是怎么教孩子的。老头子，你快看玲玲的朋友圈，咱儿子竟然离婚了。小航离婚了？不可能吧，这小子那么喜欢玲玲，怎么可能离婚？可是玲玲的朋友圈确实发了他和小航的离婚证啊，而且小航不仅和玲玲离婚了，还打了他，你看他脸上还有一个清晰的五指印呢。竟然是真的，这小子不是最疼玲玲的吗？怎么这次下这么重的手，还真的离了婚？打电话给儿子，问问到底什么情况。这孩子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说一声。金小丽立刻拿出手机，拨通了周航的电话，按下免提键。周航接通后，没有丝毫隐瞒，将自己与陈玲玲发生的所有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母。岂有此理！这陈玲玲也太过分了，爸妈坚决支持你。这种女人，这种家庭，早离早解脱。是啊，小航，委屈你了，以后再也不用受他们家的气了，爸妈永远站在你这边。周薇、金小丽，我知道你们在家，给我开门，别躲在里面装死。爸妈，赵明兰果然不肯善罢甘休，你们别开门，也别跟他吵，我马上过去。周航说完，匆匆挂断电话。说真的，老头子确认小航真的离婚了，我心里反倒踏实了，再也不用看他们一家的脸色了。开门吧，我倒要看看他今天过来想干什么。既然小航已经和陈玲玲离婚了，我们也就没必要再给他们家留面子。金小丽、周薇，你们夫妻在家正好，看看我家女儿被你们儿子欺负的，你们家还有家教吗？赵明兰，你脸可真大，你还有脸问我有没有家教？我儿子起码是名校毕业，反观你的宝贝儿子陈伟，吃喝嫖赌样样精通，整天不务正业，就是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。放屁！你这个老王八蛋，少在这里污蔑我儿子！算命的可说了，我儿子将来是大人物。就你那废物儿子还能成为大人物？赵明兰，你难道没听过一句话，叫做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吗？我呸！你们知道什么是大人物吗？那可是身家几十个亿的超级富豪，像你们家这些穷逼，一辈子都赚不到那么多钱，连给我们家提鞋都不配。就陈伟那废物，除了啃老和惹事，什么都不会。他拿什么成为身价几十亿的亿万富豪？靠做梦吗？你个老王八蛋，竟然敢诅咒我儿子！我告诉你，我儿子将来要是不能成为大人物，肯定是你们一家害的。像你们这么没良心的一家人，将来注定不得好死，断子绝孙。赵明兰，你要是继续在这里撒泼打滚，别怪我报官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擅闯民宅，什么叫做侮辱他人。周薇，你少在这里吓唬我！你儿子骗我女儿的钱，还打我女儿，你还有脸报官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找媒体曝光你们这一家人的丑恶嘴脸，让你们身败名裂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们是多么没良心。好啊，赶紧找人来，刚好让大家评评理，究竟是我们一家没良心，还是你们一家丧心病狂？周航，刚好你这个小王八蛋来了，你和我家玲玲离婚了，属于我家玲玲的那部分财产，你必须一分不少的给我，少一分都不行。行啊，没问题，让陈伟把这些年从我们家拿走的钱全部拿出来，然后我们把账算清楚，该给你的我一分都不会少给你，该还我的你们也一分都不能少。不可能，小伟凭本事要的钱，为什么要拿出来还给你？我告诉你，
既然当初玲玲把钱给了小伟，那就是小伟的，跟你们一家早就没关系了。赵明兰，你不用在这耍无赖，我就告诉你，你这辈子不可能从我这里拿走1分钱。周航，你个畜生，故意不让我好过是吧？好，那大家就都别好过。赵明兰说完，猛地转身，快步跑到楼道里，扯开嗓子，声泪俱下的哀嚎起来。周围的左邻右舍听到动静，一个个纷纷打开房门，探出头来，好奇地朝着周航父母家张望。大家都快出来看看，周航一家人简直就不是人，丧心病狂啊！我儿子陈伟生病住院，命悬一线，身为姐夫的周航不但不帮忙，反而诓骗我女儿离婚。为了我儿子的救命钱，我女儿哪怕是被他骗也认了。结果呢？结果周航这小王八蛋丧心病狂，离婚的时候说好的平分家产，到现在1分钱都不肯给，那可是我儿子的救命钱啊！苍天啊，我怎么就这么命苦，摊上了这么一个没良心的女婿啊！女婿不靠谱也就算了，身为周航父母的金小丽和周薇，竟然也无耻的包庇自己的儿子，帮着他欺负我们母女俩。大家快评评理啊！我们母女俩可太冤了。周航不是一直很爱他老婆吗？怎么突然就离婚了？该不会真的是周航做了什么亏心事吧？不可能，咱们和小丽、周薇认识10几年了，他们一家什么人品，我们还不清楚吗？平日里待人谦和，对邻居也都很照顾，更别说小丽对陈玲玲那是掏心掏肺的好。是啊，这一点我可以作证。小丽对她儿媳妇儿好的让我家儿媳妇儿都嫉妒，他们家怎么可能做亏心事儿？我估计是陈玲玲他们一家做的太过分了，把周航逼得没办法了才选择离婚。这赵明兰一看就是来讹钱的。你猜的没错，我大姑的弟妹的哥哥的媳妇和陈玲玲的母亲是同事，他们一家人的品性我再清楚不过了。这次肯定是不甘心没拿到钱，上门来撒泼讹钱的。怎么回事？这些人怎么不按常理出牌？做了10几年的邻居，这帮叔叔阿姨关键时刻是真给力，从不掉链子。赵明兰，你还有脸在这里哭诉？你儿子陈伟生病，我主动提出给你2万块帮你们应急，结果你嫌钱少，让你女儿陈玲玲逼着我卖房给你儿子治病。更过分的是，你女儿还要求我卖房后把我父母赶出去，让他们无家可归。赵明兰，有你这么当丈母娘的吗？我和陈玲玲之所以离婚，你和你儿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至于你说的平分财产，我也确实做到了。结婚这几年，陈玲玲背着我偷偷给了你儿子陈伟30多万，那些钱都是我和陈玲玲的夫妻共同财产。而这30万早就超过了我们夫妻共同财产的1半，我没让你们家把超出的那部分钱补给我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你现在还敢上门来讹钱？我的天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！这赵明兰的脸皮也太厚了吧？拿了人家30多万，还敢上门来讹钱，这是有多么不要脸啊！太过分了，竟然逼着人家卖房，还要把老人赶出去，这一家人简直是丧心病狂。赵明兰扛不住众人鄙夷的目光，最终狼狈地离开了。周航带着父母转身回到屋内，关上房门。爸妈，对不起，当初是我执意要娶陈玲玲，如今闹成这样都是我的错，让你们也跟着受委屈了。你是我们的儿子，一家人不分彼此，有什么对不起的？至于你和陈玲玲离婚的事儿，我非但不生气，反而觉得是件好事儿。那丫头心思太野，从来没真正把你和我们这个家放在心上，根本不是个能和你好好过日子的媳妇儿。就是我儿子那么优秀，离了是他老陈家的损失。妈妈相信下一个一定会更好。爸妈，谢谢你们。妈，姐夫的房子卖了没有？给我治病的钱呢？我是不是快没钱治病了？宝贝，你放心，你姐夫已经在卖房子了，给你治病的钱马上就有了，很快你就能好起来。还是妈有办法，能把周航拿捏得死死。等我病好了，一定好好孝顺你。一旁的陈玲玲站在角落，看着这一幕没有言语。赵明兰示意她跟着自己走出病房，陈玲玲跟了出去。妈，结果怎么样？周航愿意给钱了吗？小伟的病可不能再拖了。别提了，这小王八蛋一家子都不是好人。我上门闹了半天，非但没要到1分钱，还被一群邻居奚落，把脸都丢完了。什么？没要到钱？妈，咱们家的存款恐怕支撑不了小伟多久啊！他现在每天的治疗开销巨大，再这样下去，存款迟早会花光的。家里的存款还能顶个把月，如果一旦找到匹配的骨髓，做手术需要几十万的巨款，那笔钱我们根本拿不出来。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必须让周航那小王八蛋拿出一笔钱来。对，必须让周航那个下头男把钱拿出来。小伟是我唯一的弟弟，我绝对不能让他出事。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太蠢，这么轻易就和周航离婚了，我们现在也不会这么被动。妈，我当时也是太愤怒了，再加上周航签了字说会平分财产，我才同意离婚的。谁能想到周航竟然跟我玩这一出？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嫁给了这么一个狡诈的男人。他以前对我那么死心塌地，怎么突然就变了？行了，废话少说，接下来我们找个律师，问问你这种情况还能不能从周航手里拿回财产。我等会儿就去联系律师，正好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现在是一名律师，到时候我去问问他，看看有没有办法。去吧，医院这边暂时不需要你管，
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想办法从周航手里拿到钱，越多越好。妈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。转眼间1周的时间过去了。这天下午，周航下班后刚走到小区门口，就看到不少居民围在公告栏面前交头接耳。莫非是拆迁通知来了？想到这里，周航快步朝着公告栏跑了过去，挤开围观的人群，目光紧紧落在公告栏上。拆迁终于来了，太好了！我重生后的第1桶金终于要到账了。有了这笔拆迁补偿款，我就能快速启动计划，离财富自由又近了一步。第二天一早，周航坐在书桌前，拿起笔，很快就写好了辞职信。既然重生了，又即将获得一笔丰厚的拆迁款，不用再老老实实上班了，浪费时间和精力。3年职场，做到副组长看似光鲜，可终究是在为别人打工。这一世我要为自己而活，拼一把。早啊，周组长。航哥，早。今天怎么这么早？早，大家都早。周航，你最近几天怎么回事？天天5点就见不到你人影了。最近公司那么忙，身为副组长，你不带头加班也就算了，竟然还第1个下班。最近心情不好，懒得加班。怎么，你有意见？周航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和我这么说话？你信不信我立马开除你？周航闻言，缓缓从公文包里拿出辞职信，又重新放了回去。自己辞职拿不到 N+1的赔偿，可要是被他无故开除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开除我，来啊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以为你是个副组长，我就不敢开除你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就被开除了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给我滚出公司！行，开除就开除，记得准备好 N+1的赔偿，少1分都不行。就你这种顶撞上司的垃圾，还敢要 N+1的赔偿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王启日，你最好想清楚，如果我的赔偿没到位，那就别怪我到劳动仲裁那边去告你。你也不想你私自开除员工的事情在公司闹得沸沸扬扬，让你丢了主管的位置吧？哼，就算给你赔偿又如何？丢了这么好的工作，我看你以后还怎么生活？我能不能找到工作，就不用你费心了。你好，请问是周航先生吗？我是，请问你是？你好，周航先生，我是拆迁公司的代表，这次打电话是想要通知您，今天晚上7点在小区 A 幢101室开会，商议拆迁赔偿的相关事宜，请您准时参加。拆迁赔偿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晚上7点我一定到。好的，周航先生，晚上7点我们在小区 A 幢101室等候您的到来。卧槽，难怪今天周航那么强硬，连王八皮都敢硬刚，压根不怕被开除，原来是摇身一变成拆一代啦。为什么我就没这好运气？我家也有老房子，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们家拆迁啊？快看王八皮的脸色，那叫一个五彩斑斓。王主管，别忘了我的 N+1赔偿，我明天过来拿。各位同事，今晚小菜园聚餐，我请客。一来庆祝我成为拆迁户，二来也是跟大家道个别，给这3年的同事情谊画个圆满句号。下午我联系你们。周航说完，掏出辞职信撕成2半，丢进垃圾桶，潇洒离开。哇哦，航哥，大气！小菜园随便吃一顿都要1000多，要是点海鲜，好几千都打不住。几千块而已，对现在的航哥来说就是零花钱，人家可是实打实的拆迁户。一个眼尖的同事从垃圾桶里捡起撕碎的辞职信，拼凑完整后当场惊呼：辞职信？原来航哥今天本来就是来辞职的。今天晚上全体加班到8点，任何人不准缺席，不得请假。周航啊，周航，你不是要请客吃饭吗？我把人全扣下，到时候你点一大桌子菜，一个人都来不了，那场面肯定精彩至极。加班正好，今晚加完班，明天单休就不用再过来了，爽。还是我航哥牛逼，早就猜到王八皮会搞小动作，刚才就在群里把聚餐改成明天了。就王启日这点小手段，在航哥面前简直不堪一击，班门弄斧罢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周航就坐在沙发上仔细盘算着拆迁款和后续规划。昨晚7点和拆迁代表敲定赔偿方案，选择全额现金赔偿，一共384万。我的房子120平，当初买房才1万5一平，如今直接翻倍还多，稳赚不赔。加上手里现有的30万存款，总资产马上突破400万。这笔钱对普通人来说足够安稳过一辈子，但对我而言远远不够。傍晚5点，周航准时抵达小菜园饭店，邀请的同事们早已到齐。吃到一半，钱勇端着酒杯起身，走到周航身边敬酒。航哥，恭喜你成为拆迁户，以后飞黄腾达了，可别忘了兄弟，这杯我敬你。都是同事，不用那么客气，干杯。饭局接近尾声，钱勇跑去卫生间洗脸醒酒，刚走出卫生间，就撞见迎面走来的陈玲玲。航嫂，是你啊？你是来接航哥的吗？你是钱勇？是我，航嫂，恭喜你们家，这下彻底发达了。发达？钱勇，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航嫂，你们家都要拆迁了，你会不知道？不应该啊，就因为拆迁这事儿，航哥今天特意请我们来小菜园吃饭庆祝。拆迁？什么拆迁？你是说我和周航的那套房子拆迁了？对啊，航嫂，你是不是这几天没回那边的家？不对啊，以前航哥那么疼你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就算你不在家，他肯定第一时间就告诉你了。陈玲玲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，毫不犹豫拨通周航的语音通话，下一秒屏幕上刺眼的红色感叹号弹了出来。
删了，他竟然把我微信删了，这个下头男凭什么先删我？陈玲玲咬着牙，立刻拨通周航的电话，听筒里却传来对方无法接通的提示音。该死，他不仅删了微信，还把我电话拉黑了。周航，你可真够绝情的。周航现在在哪里？航哥刚刚去前台买单了，应该还没走远。不对劲儿啊，航哥和航嫂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是吵架了？陈玲玲二话不说，快步朝着饭店收银台走去，可收银台前空空如也。走了，他竟然先走了。玲玲怎么去了这么久？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没有，就是在外面碰到个老朋友，聊了几句，耽误了点时间。对了，你之前说有事儿要问我，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之前确实有一些婚姻法相关的问题想请教你，不过现在没事了。婚姻法相关的事？那你可问对人了。我专门帮人处理离婚官司、财产分割这类案件，以后你要是有这方面需求，随时找我就行。好，那就麻烦婷婷你了，以后有需要我一定联系你。若是和周航和好未果，到时候还能靠婷婷争取拆迁款。玲玲，跟你那个律师同学聊得怎么样？他有没有把握从周航手里要到钱？你弟弟的病可等不起啊！我同学最近手头有几场官司要打，没时间细问，说等忙完这阵子再详细了解情况帮我处理。若是让妈知道拆迁，她肯定会立刻冲到周航家大闹，到时候自己想和周航和好的计划就彻底泡汤了。那你赶紧催催他，小伟这边一旦找到匹配的骨髓，马上就要做手术。我知道了妈，我今晚喝了不少酒，头有点晕，先回房休息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陈玲玲早早起床，洗漱完毕后便坐在梳妆台前精心化妆。周航以前那么喜欢我，只要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主动低头服软求复合，他肯定会心软原谅我。只要我在他同事面前示弱，周航就算心里不爽，也会碍于面子答应复合的。打定主意后，陈玲玲拿起包包，快步朝着周航的公司走去。我找一下周航。周航，他辞职了。什么？周航辞职了？他什么时候辞职的？航嫂，航哥在拆迁通知下来的第二天就辞职了。航嫂，你是不是和航哥吵架了？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他怎么没跟你说？没什么，不该你问的别问。陈玲玲强压怒火，快步离开公司，前往周航的住处。目送陈玲玲离去，钱勇掏出手机拨通周航的电话。航哥，跟你说件事儿，刚才航嫂来公司找你了。啥？你们离婚了？为什么？周航将陈家的所作所为简单的告诉了钱勇。卧槽，这陈玲玲也太过分了吧！典型的伏地魔。航哥你放心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以后肯定能找到比她好摆的姑娘。周航，有事？周航，我是来道歉的。我知道之前都是我太任性，伤了你的心，但是我保证以后我一定会改。我相信你心里还是爱我的。上次离婚我们都太不冷静了，所以我们复婚吧。收起你那可怜的演技吧，夫妻一场，你什么性子我一清二楚。至于离婚，不冷静的从来只有你，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。周航，你不觉得自己很无情吗？不过是一次吵架而已，你至于这么斤斤计较？我都主动低头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陈玲玲，我告诉你，复婚现在不可能，未来更不可能。好不容易脱离了泥潭，我除非脑子有病，才会再踏进去。泥潭？你竟然说我是泥潭？周航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凭什么这么贬低我？我陈玲玲当年在学校追我的人不计其数，能嫁给你是你的福分。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，满足不了我的要求，本来就是你的错。自己没本事，还把所有过错推到我身上，你根本就不算个男人。你说的都对。周航，刚才是我太激动了，说了难听的话，我就是不善表达而已。你要相信我，我是真的爱你。你猜我信不信？周航推门而入，周薇和金小丽正坐在客厅收拾杂物。一家三口落座后，周航将小区拆迁的消息和盘托出。什么？当初我给你买的那套房子要拆迁了？这种天大的好事，咱们竟然能遇上？全款现金赔偿，总共384万。当初咱们花180万买的这套房，短短3年竟赚了200万还多。赚了200万，才买了3年啊！我和你妈拼死拼活，1年也就赚30万，扣掉全家开销，剩不下25万。这一笔钱抵得上我们夫妻俩7、8年的纯收入了，真是世事无常啊！儿子，你怎么选了现金赔偿啊？要是选房子置换，就能拿2套房，不比攥着现金踏实吗？再说了，你拿了现金以后住哪儿啊？妈，我懂你的意思，但这笔钱我有别的用处，对我来说，现金比置换房子更有用。后续住房我也会安排好。有别的用处？儿子，你想拿这笔钱干什么？我准备创业，不再给别人打工了。当下茅台股价仅166元，未来最高能涨到2600元，涨幅超15倍，400万投进去，几年后就能变6000多万，稳赚不赔。创业？你之前工作那么稳定，好好的搬不上，创什么业啊？这年头创业10创9亏，多少人赔得倾家荡产。妈可不想你冒这个险。妈，别人创业祸福难料，但我看准的项目都是稳赚的，只是这事儿没法细说，你们信我就好。好了，儿子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，咱们做父母的该支持就支持。男人嘛，
总得出去闯一闯，就算真有波折，我和你也是他最坚实的后盾，怕什么？你是一家之主，你说了算。儿子，你可得千万小心，别莽撞行事。爸妈，谢谢你们支持我，我一定会谨慎行事的。小航，虽然你和陈玲玲刚离婚不久，妈不该急着提这事儿，但你还是要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考虑考虑，早点找个靠谱的姑娘过日子。好，我会放在心上，遇到合适的不会错过。你不抵触就好。那我回头托亲戚朋友帮忙张罗着，遇到合适的好姑娘，你就抽时间见见，别推脱。好，都听您的安排。一家格调精致的网红餐厅里，陈玲玲约见自己的闺蜜陈一菲。玲玲，最近过得咋样？恢复单身是不是特自由？我跟你说，女人单身才是王道，想谈恋爱就谈，不想谈就分。你现在这身份，在男人堆里可吃香了。菲菲，我没你那么洒脱，今天找你是真的有事儿求你。我之前跟周航离婚就是一时气话，现在后悔了。我知道你最会拿捏男人，你教教我怎么挽回他。啥？你好不容易跳出火坑，怎么还想往回跳？周航长得是还行，但家境也就那样，他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？你不懂，别问原因了，只要你帮我成功复婚，我请你去鹿城玩7天，全程吃住我全包。鹿城7天游，姐妹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保证帮你把周航拿捏得死死的。那就全靠你了。第一步，先把微信加回来，后面我再教你怎么勾起他的旧情，保证手到擒来。周航一家3口忙活了一整天，终于把所有行李和必需品收拾完毕。行了，该收拾的都收拾完了，没用的杂物直接扔掉就行。剩下的交给搬家公司就好了。走吧，这套房子拆迁也未必是坏事，就像你的婚姻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一家3口锁好房门，转身离开了这套待拆迁的房子。最近铜价一直跌，厂里都不敢大批量囤货，就怕买多了接着亏，太难了。铜，2015年这个时段，铜价会先跌到每吨32000元，随后短短半个月内迎来暴涨，直接冲到每吨48000元，涨幅接近50%，堪称泼天富贵。爸，咱家现在存款还多吗？不算多，大概70来万。怎么突然问这个？爸，你接下来采购铜材，先小批量买，够工厂周转就行。另外你赶紧去银行贷款，能贷多少贷多少，务必1周内审批下来，等贷款到账，咱们一次性囤货，大干一场。你的意思是铜价后续会大涨？没错，而且涨幅会远超预期。等时机到了，你直接囤购工厂1年甚至几年的用量，保管后续不用再愁原材料涨价的问题。一次性囤几年的量，这风险太大了。万一铜价不涨反跌，咱家损失可就惨重了。爸，你信我一回，我有个身家几十亿的好友，手里有内部消息，绝对靠谱。我怎么可能骗你？就算价格波动，铜材是硬通货，也不会砸手里。几十亿身家的朋友，那确实没必要设局骗咱们。行，老爸信你这一回，放手搏一把。等铜价跌到每吨32000到32500元区间，你就果断出手，具体价位你临场把控就行。好，明天我就去银行。之前银行一直劝我贷款，这次应该能批下100万左右，我尽快办妥。怎么是你？妈，我这次是专门来道歉的。我刚听说前几天我妈上门闹事儿的事，让你们受委屈了，我特意买了点东西，希望您别跟我妈计较。少来，你的性子我这3年看得透透的，现在跑来道歉，怕是听说小航家拆迁了才贴上来的吧？你妈闹事儿都过去1周了，你现在才知道，骗谁呢？妈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我是真心想和周航复婚的。复婚？陈玲玲，你省点力气吧，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了。带着你的东西离开，别在这打扰我爸妈。周航，你也在这儿，你听我解释。周航，你给我开门，我话还没说完。你是不是男人啊？这么对我？周航，你个王八蛋，有本事一辈子别开门，信不信我？大半夜吵什么吵？再扰民我直接报警了。这不是周家前儿媳吗？姑娘家注意点形象，赶紧走。儿子，看来你是真的对陈玲玲没感情了，这下妈彻底放心给你物色好姑娘了。妈，我早就说过放下了，是你一直不相信。现在妈是彻底信了，以后再也不瞎操心了。这么晚才回来，又去哪疯了？天天早出晚归的，像什么话？公司忙，加班了。就你那几千块的工资，加不加班有什么用？还不如赶紧找周航要钱。对了，医院刚打电话，你弟弟的骨髓配对结果明天出来，明天跟我去医院。要是咱们家人能配上，治疗费能省一大半。知道了，我明天请假。医生，我弟弟陈伟的骨髓配对结果怎么样？我们家人谁能匹配上？你们运气很好，确实有一位和患者全相合匹配，移植成功率很高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弟弟有救了。谢天谢地，菩萨保佑。我就说我儿子命大，肯定能挺过去。等病好了，一定来还愿。对了，医生，到底是我们家谁匹配上了？匹配成功的是一位叫周航的捐赠者。怎么会是周航？医生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您再核对一遍名字，是不是我或者我爸？对呀，大夫，肯定是弄错了，怎么可能是那个臭小子？再看看名字、血型、登记信息全对得上，
我怎么可能看错？不信你们自己看。闺女，上面写的啥？真是周航？是他，没错。那还愣着干啥？赶紧去找周航，让他过来捐骨髓救小伟。妈，您觉得他会同意吗？他敢不同意？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他不捐就是见死不救，是杀人凶手。咱们直接报警，把他抓起来，让他坐牢。妈，这话您跟我说说就算了，千万别在周航家人面前说。我做事还用你教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不争气的东西？离个婚连钱都拿不到，现在连你弟弟的命都要被耽误。我告诉你，你弟弟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就没你这个女儿。妈，您凭什么把错全推给我？当初是您逼着我让周航卖房给弟弟治病，是您非要榨干他，才逼得他跟我离婚。现在我没用了，您就过河拆桥。就凭我是你妈，我逼你卖房，没逼你离婚。这么大的事，你擅自做主，还有理了？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，到头来就换你一巴掌。少在这丢人现眼，跟我去找周航。今天就算撒泼打滚，也必须让他捐骨髓，离婚的财产也一分不能少，全都得给我拿回来。怎么没人开门？这一家子肯定是躲起来了。玲玲，赶紧给周航打电话。我的号码早就被拉黑了，打不通。妈，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。陈玲玲用赵明兰和陈安的手机拨打后，您好，都显示被拉黑，全都打不通。他们把咱们全家的号码都拉黑了，摆明了是故意躲着我们。天杀的周家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过15。别以为躲着就没事了，走，去周围的电子加工厂堵人，我就不信找不到他们。休息3天，糊弄谁呢？我就3天后再来，看他们能躲到什么时候。小航，你怎么算准他们今天会来闹事儿？多亏你机灵贴了休息告示，不然今天又要被缠得不得安生。那赵明兰一看就是来撒泼的。我早上托医院的朋友问了，骨髓匹配结果今天出来，猜到他们肯定会找上门逼捐，就提前过来让把关门避祸。你的骨髓居然跟陈伟那个败家子匹配上了，真是冤家路窄。那小子整天啃老吸血，活该得这个病。咱们也就清静3天，3天后赵明兰肯定还会来闹，总不能一直贴告示躲着，不是长久之计。妈，不用担心，爸的厂子租期快到了，正好趁这个机会搬厂，找个带仓库的新厂房。搬走之后，他们想找都找不到了。小航说的对，我早就看好几个新厂房了，面积大，租金也合理。这几天我一边办贷款，一边敲定新厂房，快则3、5天，慢则10天，咱们就能彻底搬走，摆脱这一家子。也只能这样了，跟他们耗下去，纯粹是浪费精力。3天后，周围的150万贷款顺利审批下来，新厂房也已搬离，陈家果然再次上门，依旧不稳。与此同时，铜价持续下跌。要是1周内赔偿款还不到位，就赶不上最低价囤货了。我得打个电话问问。还真是不经念叨，刚想找他，反倒先打过来了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是周航先生吗？我是。是这样的，您的搬迁工作特别利索，公司商议后决定优先发放您的拆迁赔偿，大概3天内就会打到您的账户上。不过有个小请求，希望您后续能帮忙简单宣传一下配合拆迁的好处，毕竟还有不少住户迟迟不肯交房。行，没问题，款项到账后我会及时回电告知。那就多谢您了，我们静候您的来电。想什么来什么，这下囤货的资金彻底有着落了。周航想找个人小酌2杯，却发现翻遍通讯录，竟没几个能随时约出来的朋友。还好还有他们。喂，明轩。哟，航哥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居然主动给我打电话。少贫嘴，今晚有空吗？出来聚个餐，喝2杯。必须有空，没空也得挤出来。你这妻管严3年不出来聚，今天居然主动邀约，地点定哪儿？小菜园包厢，你把文峰、建生也叫上，人多热闹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今天陈玲玲舍得放你出来了，平时你可是半步都离不开家。我和陈玲玲离婚了。离婚了？怎么回事？当初你那么迁就她，怎么说离就离了？不合适就散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晚上5点小菜园见，我先订包厢，地址发你微信。行，5点，我们仨准时到。航哥，想见你一面可太难了，这3年你可是彻底销声匿迹了。航哥，明轩说你离婚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周航平静地将陈家逼卖房，吸血伏地，自己果断离婚的事情娓娓道来。什么？陈玲玲居然是这种伏地魔，离得好，这种女人根本不值得你留恋。航哥，我们支持你，你要样貌有样貌，要能力有能力，什么样的好女人找不到？没必要在这棵歪脖子树上耗着。过去的糟心事就别提了，都翻篇了。今晚咱们不醉不休，为航哥解脱，也为咱们兄弟重聚。好，不醉不休，这么多年委屈了兄弟们。这场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才散场。384万拆迁款加上手头31万存款，总资产直接突破415万，终于有底气抓住这波商机了。这份喜悦让周航忍不住想分享，他截好转账截图，配上文案，随手发到朋友圈。重生不装逼，犹如锦衣夜行，难得爽一次，也该让朋友们羡慕羡慕。朋友圈发布不到10分钟，
评论区就炸了锅。卧槽！本来想安慰你离婚，现在发现我才是最惨的，求抱大腿。羡慕到流口水，航哥这是直接逆袭了。航哥腿上还缺挂件吗？我随叫随到。周航，你家拆迁发大财了，你堂弟买车差钱，赶紧借点儿。又是三婶儿，当年厂的亏损逼三叔退股，如今见我家发财就来借钱，真是贪得无厌。先不管这些琐事，铜价马上到临界点，该干正事儿了。周航打开期货 APP，实时铜价映入眼帘，已经跌至32100元一吨。就是现在，全仓买入，400万10倍杠杆，刚好入手1250吨，250手铜期货，坐等暴涨。可惜国内最高只有10倍杠杆。要是能像国外一样开高倍杠杆，这波直接能赚上亿。不过知足常乐，这笔收益已经足够惊人了。爸，怎么了？儿子，铜价已经跌到32000一吨了，这应该是最低价了吧？爸，您放心，这就是最低点，绝对不会再跌了。接下来就等着价格回升，等着赚钱就行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200万可不是小数目，我这心里一直打鼓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踏实多了。接下来就静观其变。希望儿子说的是真的。这61吨铜够厂里用好几年了，要是行情真跌，这关可不好过。周总，万利群万总，连小东连总来了，说是找您谈事儿。老周，听说你最近又是搬新厂，又是囤原料，动作不小啊，是要大展拳脚扩业务了？可不是嘛！听说你一口气砸200万买了60多吨铜，这是想当铜材批发商？就这点量也不够啊！再说现在铜价天天跌，你这是钱多没处花，给人送钱呢？我的生意就不劳连总费心了。万总，你今天和连总一起来，应该不是闲聊的吧？老周，咱们合作多年，我也不绕弯子。现在铜价比之前降了近1成，我想把加工费也下调10个百分点，你看能不能接受？看来万利群早已和连晓东串通好，连晓东就是想用低价抢单。万总，10个点降幅太大了，铜价虽降，但辅料价格没动，想要这么多，我厂子里根本没利润可言。周总，我也是生意人，连总已经答应这个降价条件了，你要是不同意，后续咱们的合作恐怕只能终止。1年10几万的加工费差价，我实在没法选高价合作。万总，咱们合作多年，质量和信誉大家有目共睹，这个价格我不能让。我得到确切消息，铜价已经触底，过几天就会暴涨，你不妨等几天看行情再做决定。暴涨？周威，你别自欺欺人了，业内专家都说铜价还会跌，甚至跌破3万一吨。你也不知道听了哪个傻子的话，你就等着倾家荡产吧。我会不会倾家荡产，不劳你费心。万总，我态度不变，加工费绝不降价，恳请你再等几天观望行情。这我再考虑考虑吧。多谢万总体谅。万总，您根本不用纠结，铜价跌势这么猛，怎么可能反弹？您直接把周围的加工份额转给我，我保证按时交货，质量达标。再等等吧，不差这几天功夫。万总，我再让一步，加工费在原基础上再降1个点，总共降11个点。咱们签合同，1年内不管铜价涨跌，我绝不涨价。要是铜价继续跌，加工费跟着按比例下调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多谢万总信任。周威没了这个大客户，再加上高额租金和囤货压力，我看你还能撑多久？连晓东，你这个白眼狼，当年要不是我，你能开得起电子厂？算了，跟这种忘恩负义的人生气不值当，能不能打他的脸就得看儿子的话准不准了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周航，是我。陈玲玲，你还真是锲而不舍，我都把你们全家号码拉黑了，居然还借别人的电话打过来。周航，你先别挂，我有事儿求你，真的有事儿。说什么事？我弟弟陈伟的病情加重了，必须马上做骨髓移植，你的骨髓刚好和他匹配，我求求你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捐骨髓救救他吧。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我发誓，只要你救他，咱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，以后我再也不烦你，离婚财产的事我也绝不再提。陈玲玲，离婚财产早就算得明明白白，我给你的单子你看不懂。至于救你弟弟，都离婚了，你还要我给你弟捐骨髓，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吗？是，财产是清了，可你家拆迁了。我们结婚3年，这拆迁款我总该分一份吧？你还要脸吗？房子是我爸婚前全款买的，装修也是我家出的，拆迁跟你有1毛钱关系。让你免费住3年没收房租，你居然还好意思要拆迁款？滚蛋吧你！周航，你……周航不等他说完，直接按下挂断键，顺手将这个号码拉入黑名单。浪费时间，跟这种人多说一句都嫌烦。周航，你这个抠门冷血的王八蛋！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。我弟弟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。周航，是你先无情无义，那就别怪我不念夫妻情分。你不肯捐骨髓，我就让你身败名裂。结婚时买的大众太普通，以后要做大生意，门面必须到位。周航简单收拾一番，
驱车前往航城保时捷 4S 店，半小时后便抵达目的地。先生您好，欢迎光临保时捷 4S 店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随便看看。好的，先生，您想看任何车型都可以告诉我，我带您详细了解。16款卡宴双涡轮增压 4.8T 多少钱？周先生，这款车落地价在220万到250万之间，配置不同价格略有浮动。有没有优惠？赠品都有什么？合适的话，今天就交定金。我这边最多给您优惠5万，另外赠送3年免费保养，价值2万的油卡，还有全车360度全息影像，这已经是我能申请的最大力度了。行，就这辆了。定金多少？提车要等多久？定金5万就行，提车周期大概2到6个月，尾款提车当天结清就可以。周先生需要办理贷款吗？不用贷款，全款提车，到时候一次性结清。哇哦！好的，周先生，那咱们现在就可以签订购车合同，我带您去办手续。周航随手签下名字，周晨曦双手接过合同，仔细核对完毕。周先生，合同已经全部生效了，我帮您核实过提车周期，最快也要2个月才能提车。2个月能接受，2个月刚好契合我的节奏，同价半个月后就能从3万2涨到4万8一吨，这笔差价足够我补齐车款，这点时间根本不算什么。周先生，真的太感谢您成全我的业绩了，不知道您接下来有没有空？我想请您吃顿饭。好啊，顺便加个微信，方便后续跟进提车进度。好的，周先生，您太爽快了。能随手拿下200多万豪车的年轻富豪，绝对是顶级人脉。抱紧这根人脉，以后的业绩根本不用愁。周先生，您稍等，我去更衣室换身便服，很快就回来。这朋友圈也太朴实了吧！等会儿拆迁384万拆迁赔偿，可就算这样，也不至于眼都不眨花200多万买车啊！看来这位周先生绝对不是暴发户，要么是家底深厚的富二代，要么是另有事业。周航，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。毕业3年，除了同学会，这还是咱俩第一次单独遇见吧？你这是来买车？有这个想法。可以啊，看来这3年赚了不少。看上哪款了？卡宴还是卡曼？随便看看，还没定。那可得好好挑，这2款车起步都70、80万往上，贵的要100多万，这么大一笔钱，你父母肯定舍不得给你掏吧？你说的都对。我就知道你就是个上班族，哪像我跟着我爸做生意，一年稳赚30万，买卡曼根本不费劲儿。你说的都对。依我看，保时捷你就别硬撑了，买得起也养不起，不如老老实实看 BBA、奔驰 C 级、宝马3系，就挺配你的身份，你觉得呢？你说的都对。真是会气，碰到这么个杠精，赶紧说完滚蛋，别耽误我跟周晨曦吃饭。该死的东西，还是这么目中无人，长得帅有什么用？出了社会拼的是背景是实力，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一下他。卧槽，极品大美女，还主动朝我走过来，我的爱情来了。你好，周先生，让您久等了。来的刚刚好。那走吧，我请您吃饭。周先生有没有想吃的？随便，我不挑食，味道过得去就行。竟敢无视我，这个女人竟然敢无视我，周航凭什么？哎，真羡慕晨曦，碰上这么爽快的大客户，200多万的车，半小时就敲定了。何止啊！晨曦报完价，这位周少就问了句有没有优惠，直接签合同。晨曦这单提成最少好几万呢。人长得漂亮就是吃香，做销售都顺风顺水。女娲炫技说的就是晨曦吧？你们说什么？那个人买了200多万的车？对啊，保时捷顶配卡宴，全款意向金都交了。这位周少看着低调，出手是真阔绰。不可能，他家就是个小电子厂，怎么买得起200万的车？毕业3年，他突然这么有钱了？因为是周晨曦请客，于是周航选了一家人均在50元的烤肉摊。2人吃完烤肉后，周航开着他的大众送周晨曦回到小区。周先生，谢谢您送我回来。不客气，举手之劳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下次再见。开着10几万的大众，却随手订200万的保时捷，周先生也太低调了，这种反差感真是让人琢磨不透。周晨曦的合租室友陆思思，此刻正瘫在沙发上摆烂码字。周晨曦打开门，走到沙发边坐下，瞥了眼电视。怎么，又灵感枯竭，打算找偶像剧抄一抄？这部放牛的星星你都看800遍了，还没抄够？什么叫做抄？这叫借鉴。还有人家叫放羊的星星，不是放牛的星星，你能不能有点文化？你说的都对，能把抄袭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你不去做传销都屈才了。不对。啊！你竟然背着我去吃烤肉，是不是好姐妹？我不管，我也要吃。别闹，这是请客户吃饭，不是吃独食。请客户？你又卖出去车了？客户帅不帅？买的多少钱的车？他对你有没有意思？买的是保时捷卡宴，顶配 4.8T 版本，落地200多万。至于长相，称得上校草级别，是真的帅。哇哦，又帅又多金，晨曦，你的真命天子这不就来了？一边去，
别没个正形。我和周先生才第一次见面，一回生二回熟嘛，下次多约2次就亲近了。对了，你加他微信没？快让我看看他到底有多帅。怕是让你失望了，他朋友圈干净得很，没有自拍照，而且几个月才发一条动态。怎么会这样？帅哥不都爱发自拍吗？连照片都没有，肯定是吹牛，长得也就一般般吧。不跟你闹了，一身烤肉味儿，我先去洗澡。洗澡呀，我跟你一起。好西西，今晚贴贴。一边去，自己贴。周薇啊周薇，丢了大客户，还囤了60多吨铜料，等着亏到吐血吧。专家都说铜价要跌破31000一吨，以32500入手的，一吨亏3000，60吨就是近20万。我看你怎么撑下去。让我来看看现在跌到多少了。不可能，铜价怎么涨了？专家不是说会暴跌吗？怎么涨到33500一吨了？半天就涨了150。完了，再涨下去，别说赚钱，这批订单做完就得亏死多年，心血全没了，还要背债。稳住，只是暂时上涨，明天肯定会跌。成大事者，儿子，涨了，铜材料的价格真的涨了，仅仅是半天，它的价格就涨了1500，太疯狂了，太可怕了，这反弹的也太快了。这才哪到哪，老爸你就看着吧。接下来铜材料的价格涨幅绝对惊爆你的眼球。对了，这件事你知我知即可，千万别让第3个人知道。你妈也不行吗？那就不能让第4个人知道。哈哈，也有你小子怕的时候啊！卧槽，这才多久，这铜材料价格1吨又涨了100。好了，不跟你小子胡扯了，我继续盯着铜价去。1吨暴涨2500，我手里握有250手，也就是1250吨的铜材料，这岂不是说仅仅一天我就赚了300多万？我的个天，这也太夸张了！果然，带着未来记忆布局，财富来的就是这么简单。周航刚平复好心情，手机微信提示音突然响起，他拿起手机解锁，发来消息的是保时捷 4S 店的销售员周晨曦。周少，在干嘛呢？在输液。输液？你生病了吗？对，得了相思病，正在输想你的液。周少，你真坏。晚上闲来无事，要出来一起吃个饭吗？好。那晚上我去接你。好。晨曦，晚上你有没有空？我约了几个同事一起吃饭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不好意思，董浩，我已经和别人有约了。啊，这好吧，我能问问是男是女吗？男的，我男朋友。男的，还是男朋友？我下班了，就在店门口。好的，我大概还有5分钟就到了。不急，您路上小心。晨曦，你男朋友还没来吗？就是啊，让咱们这么漂亮的大美女干等，你男朋友也太不绅士了吧？我倒想看看究竟是何方神圣，能把咱们的电话追到手。他马上就到了，我男朋友来了，先走了，明天见。卧槽，我没看错吧？周晨曦竟然进了一辆大众。没看错，他拒绝了那么多富二代，结果选了个开大众的。没想到晨曦这么漂亮，居然不看重物质，我又相信爱情了。晚上想吃什么？都可以啊，我不挑食，随便吃什么都行。对了，周少，有件事得跟你说一下。今天为了拒绝同事的纠缠，我故意跟他们说你是我男朋友，拿你当挡箭牌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这么说来，我岂不是白白成了你的挡箭牌？周少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毕竟我这是先斩后奏。当然不会，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以后别叫我周少了，我就是普通家庭出来的，叫我周航或者航哥就行。航哥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说的话很欠打？那倒没有，毕竟我长得这么帅，哪个女孩子忍心说我？至于男孩子，但凡这么说的，都是嫉妒我的颜值。如果真的和他发展成男女朋友，好像也很不错。高档西餐厅里，周航低头专注看着手机期货行情界面，周晨曦坐在对面和闺蜜发着消息。我晚上在外面吃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帮你带。不是，你今天又抛弃了我一个人去吃独食了？和谁啊？我认识吗？就是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客户。那个半小时花了200多万买好车的富二代。快，爆照，我要看真人。周晨曦瞥了一眼专注看手机的周航，偷偷拍下一张周航的侧颜照片发送过去。我去，难怪你个小妮子会丢下我去和别人吃饭，这男人是真的帅啊！他多大了？看身份证上的信息是比我大1岁。哇哦，相差不超过3岁，对方有钱又长得帅。亲爱的小西西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泡他。再见。不要啊，让我有点参与感啊。人呢？你们该不会去酒店开房了吧？要我去送小雨伞吗？这个我是专业的。这死丫头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知道航哥你在看什么，感觉很专注的样子。在看期货。期货？航哥你在炒期货吗？最近入手了不少铜材料。我身边倒是很少有人会买铜，一般还是黄金白银比较多。没人买不代表不赚钱，今天铜的价格大涨，涨了2500。涨了2500。航哥，问个比较私密的问题，你投入了多少钱呢？不多，400万，外加10倍杠杆。航哥，你今天一天就赚了300多万。差不多。没想到晨曦你也懂炒股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拿点钱出来，一起跟着我炒点期货？赢了你自己留着，输了算我的。
要，不过钱我自己出就行了，不需要航哥你替我兜底。不过航哥，你说的铜材料今天已经暴涨2500了，接下来还会继续涨吗？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那就跟着我买进铜材料，2500的涨幅并不是铜材料的终点。我相信航哥，左右不过几万块本金，自己输得起。更何况，若周航真有操控期货市场的能力，这般通天背景根本不屑于骗取自己的微薄积蓄。我回来了。那么早就回来了，没有探讨一下人生真谛吗？想什么呢你？我是那么随便的人吗？我和航哥这才第2次见面，好不好？你也说了，这才第2次见面，结果你就叫上航哥了，我说的没错吧？1回生，2回熟，3回渴。吃你的晚餐吧，那么大的披萨还堵不住你的嘴。先下载期货 APP， 然后开户。周航已经把正规的期货平台告诉了他。周晨曦思索片刻，决定拿出69000元。他同样选择了10倍杠杆，买入4手铜材，现价34500吨，正好用光资金。西西，你在干什么？是在和那个航哥聊天吗？在炒期货。我去，炒期货？西西，你什么时候胆子变那么大了啊？那可是期货啊！你以前连股票都把握不住，竟然还想炒期货？这不是看到航哥炒期货赚了不少钱，所以我也想玩一玩嘛。他今天一天就赚了300多万。你确定是300万，不是3万？我的乖乖，一天300万，这1个月岂不是就上亿了？西西，泡他！你要是不泡，让我来。不至于，真的不至于。西西，时代不同了，现在可不是10几年前，如果看上一个人，就要勇敢去追，不分男女。按照你说的，周航已经不是潜力股，而是优质股。你不追，有的是人追，万一被别人抢走，你肯定会后悔。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是有点道理啊，是吧？那还等什么？赶紧主动追求啊！趁热打铁，现在就发起进攻。虽然你说的都对，但很抱歉，我不打算现在就发起进攻。啊，这好吧。又是愉快的一天，光皮肤的头条又被截胡，老套路了。黄教主和大宝贝的世纪婚礼刚办完，可惜没过几年就分道扬镳。航哥，涨了，20吨铜材净赚3万2，都抵得上我1个多月工资了。急曹勿六。航哥，你带我赚了那么一笔大钱，明天晚上我请你吃顿饭吧。明晚吗？可以。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周晨曦留下3万生活费，把剩余12万6千存款全部投入期货，开启10倍杠杆后，资金直接翻倍。西西，我也买进铜材料了，只不过我不敢买太多，只买了5手。这铜材料的价格也太贵了，5手就花了我9万块钱。我又买了7手。接下来能不能吃香的喝辣的，就看你家航哥给不给力了。如果能让我赚到如果能让我赚5万，我就把你当礼物送给他。不是，你赚了钱，是你要感谢他，凭什么要把我当礼物？还有，我周晨曦怎么就值区5万？你肯定不只值5万，要不翻个倍，价值50万。你再敢说半个字，信不信以后有赚钱的好消息我不告诉你了。好了，尊敬的女王大人，小的先滚为敬。这死丫头还真是欠收拾。爸，你让我来场子有什么事吗？倒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你三婶邀请咱们晚上到他们家吃饭，你要去吗？要不是看在你三叔的面子上，我压根儿不想跟他家来往。当初那是做的太绝，现在凑一起吃饭，全程都得装和气，憋屈的慌。去就去呗，不过李彩霞要请我们一家子吃饭，恐怕是为了借钱的事。应该是，她前段时间不是在你朋友圈下面留言，要借钱给儿子买车吗？老爸，三婶如果提出借钱，你借不借？不借。小海一家要是遇到难处，日子过不下去，我肯定帮。但借钱给儿子买车属于纯消费，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。没错，爸，我前段时间知道了一个秘密，不过真实性还不确定。在查实之前，不管三婶怎么模拟，都千万别借钱。什么秘密？暂时先保密，过几天您就知道了。你啊你，跟亲爸还保密？行，等你想说了再告诉我。借钱的事不用你叮嘱，我心里有数。要我说啊，这顿饭就不该来吃。李彩霞那点心思，我闭着眼都能猜到，准是又想算计咱们家。好了，老婆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今天就当是来看老三的。这些年咱们确实没主动登门看过他。老大，你们来了，快进屋。给你带了点水果。周栋见了大伯，大伯母也不问好，怎么这么没礼貌？切，什么大伯，不过是抢了我们家生意的小偷而已。这么多年不上门，来了就带点破水果，寒碜谁呢？你这孩子，胡说八道什么？他是你亲大伯。爸，你为了外人凶我，你还是不是我爸？我妈说的对，你就是个窝囊废，没本事让我过上好日子，连周航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混账！我是你爸，你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！切，要是有可能，我真想换一个爸爸。你想换个爸爸，没准过几天你这个愿望真能实现哦。孽子，老子今天打死你！荣海，你要干什么？想打我儿子？你问过我了没有？李彩霞，你看看这些年都给他惯成什么样了，现在他连我这个当爸的都不放在眼里，将来指不定会变成什么混账模样。难道儿子说的不对吗？要不是你那么无能，
我儿子至于过这种贫苦日子吗？你要是一天能赚18000，小动物会这么对你吗？说到底，还是你给不了我娘俩儿想要的生活。真是精彩的一出戏啊！三婶儿，你能不能演戏？不去当演员可惜了。还有周栋，三叔哪怕再没用，到底也是你的父亲，又岂是你可以说3道4的？小兔崽子，长辈说话有你什么事儿？这里轮得到你插嘴吗？三叔，我知道你一直忍耐，不肯离婚，全是因为周栋这个儿子。但是如果我说周栋根本不是你的亲生儿子呢？小航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有些话可不能乱说，事关名声清白，不能胡言。小兔崽子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周栋不是他的儿子，是谁的儿子？周薇，我算是看清你们一家的真面目了。赚了点钱就嫌弃穷亲戚，为了撇清关系，竟然让孩子诽谤我，你们会遭天打雷劈的。李彩霞，你现在的样子简直是心虚到了极点，是不是诽谤？做个亲子鉴定就一清二楚，这东西花不了几个钱，你出不起，我们家可以全包。至于遭天打雷劈，我觉得该遭报应的是某个不知廉耻的人。三叔，要不要做亲子鉴定？做，必须做。周海，你这个挨千刀的王八蛋，你竟然怀疑我给你戴绿帽子！我为这个家累死累活，到头来你就这么对我？我当初嫁给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李彩霞，你无需多言，这个亲子鉴定必须做。如果周栋是老三的亲生儿子，我把我厂里3成股份送给老三，给你们赔礼道歉。如果不是，老大说的对，如果证明小栋是我的儿子，那老大给我的3成股份，我也愿意交给你。妈，这件事是不是真的？离婚吧。随你。妈，那我亲爹是谁？是不是一个很有钱的大老板？哼，你在期待什么？就你这样的废物，还能有个什么好爹？不过就是一个劳改犯而已，想要见到你父亲，恐怕还要等个几年。劳改犯？不，这不是真的。我的亲生父亲应该是大人物，是大富豪。周航，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妈，你说句话啊！爸，不管我是不是你亲生的，毕竟是你养了我20年。那个亲生父亲我没见过，我根本不会认他，所以这一辈子我的爸爸只能是你。我们周家庙小，已经容不下你了。收拾行李，你和你母亲离开这里吧。让我们离开？凭什么？提出离婚的是你，该走的人是你。这套房子是我和小栋的，想让我们离开，做梦！真是天大的笑话！现在的婚姻法写得明明白白，出轨方要么净身出户，要么少分绝大部分财产。更何况我三叔替别人养了20多年儿子，过错全在你们。你觉得法院会怎么判？李彩霞，识相的就自己卷铺盖走人，否则别怪我们报官起诉你。小兔崽子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操你妈！我们家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从一开始就在那里逼个没完。今天要不是你，我们家也不会变成这样。老子弄死你！这一拳来得正好。李彩霞，你的宝贝儿子得跟他爹一样去踩缝纫机了。小航，儿子，爸妈，我没什么大事。三叔，如果你不当周栋是你儿子的话，那我就报官了。报吧。好，那我现在打电话。小航，不要报官，三婶求你了，不要报官。不报官也行，你现在就和我三叔去离婚，并且净身出户，不然等故意伤害罪坐实了，这小子最少也要被判半年到1、2年。一旦有案底，他这辈子就算是废了。妈，你别听这小王八蛋的，不就是坐牢吗？我不怕。小栋，别冲动，钱没了还可以再赚，前途没了就彻底完了。你绝对不能坐牢。周海，带好材料，我们去民政局吧。在周航一家3口的见证下，周海和李彩霞顺利办理了离婚手续。众人回到周家，亲眼看着李彩霞和周栋狼狈离开。三叔，这几天先调整好心情，等状态好了就去我爸的厂子上班，我爸带你打拼赚钱，到时候咱们买新房，开 BBA， 再找个温柔体贴的给我当新三婶。你小子怎么说话呢？连你三叔也调侃。买新车新房我不拦着，找年轻小姑娘就过分了。老三这年纪可不能祸害人。老周同志，这是典型的既怕兄弟过不好，又怕兄弟开路虎啊！众人又陪着周海聊了2、3个小时，确认周海状态平稳后，周航一家3口才起身离开。儿子，你是怎么知道周栋不是你三叔亲生的？这个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凑巧得知的。你小子跟我还藏着掖着。算了，你不肯说我也不问了。现在长大了管不住了。真好，提前帮三叔解脱了。上辈子三叔被这对母子拖累7、8年，拼命操劳耗尽心力，不到50就重病缠身。这一世没了拖累，肯定能健健康康，越活越年轻。放下心事，周航拿出手机，打算查看铜材料的行情走势。又涨了，果然和上一世一样，今天直接从34500涨到了37200，一吨的价格足足涨了2700，又是日入300多万的一天，开心。之前说实话还是有点拿不准，如今铜价真涨到这地步，可以彻底放心了。周晨曦这丫头发了这么多信息，刚才在三叔家忙，倒把这事忘了。航哥，铜材料持续暴涨哦，已经涨到36500了。我的天啊，这涨势也太厉害了，仿佛看不到尽头。航哥，你干嘛去了？在忙什么？铜材料已经涨到37200一吨喽！嘻，今天赚了小10万，开心。航哥，我先去睡觉喽，晚安。晚安。
卧槽，怎么就10点了？酒店免费早餐吃不上了，还得花钱吃午饭。这一下仿佛错失了几10个亿啊！晨曦2条，三叔1条，老爸1条，居然还有赵明轩发来的。行啊，铜材料每天都在涨，爸心里别提多开心了。当初让你做这事儿，果然没做错。你儿子说的话，那肯定没问题。不过这波涨幅确实超出预期。航哥，距离上次聚聚过去挺久了，这2天咱们再出来聚聚吧。行，你安排时间就行。早安，航哥。航哥，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晚上不是我请你吃饭吗？你介不介意多一个人？我闺蜜也要来。当然不介意，人多热闹一点，更何况是你请客，你要带几个人，肯定你说了算啊。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，晚点我把位置发给你，至于我闺蜜就让我去接吧，到时候聚餐的地方再见。好。才2天半，仅仅2天半的时间，铜价就从32000涨到了38800，足足涨了6800，这跟要了我的命有什么区别？连总，万总那边又追加了订单，咱们手里的铜已经不够了，而且咱们跟万总签的合约加工价降了11个百分点，现在铜价又涨了20%，一来一回我们还要倒贴钱。账上现在还有多少钱？流动资金目前就20几万，那只够再买个7、8吨的铜了。千万不能这么做啊！连总要是钱全花出去，万一其他地方出现问题，厂子马上就得倒闭。我来想办法，你先出去吧。早知道我当初就不贪图周围的份额了，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月底30万银行贷款就要到期，银行的钱不能拖，一旦违约，房产证就没了。我不能坐以待毙，不然只有死路一条。周围厂子里还有60多吨铜材料，只能去找他了。浪里个浪，浪里个浪，铜价越涨我赚的越多。按现在的差价算，1个月光铜料就能多赚2万多，一天厂子纯利润也就3、4万，这波直接赚翻了。老板，连小东连总找您。连小东，他来干什么？告诉他我不在。好的，周总。周哥，好久不见，最近怎么样啊？周总，没事儿，你下去忙吧。连小东，我们之间没话可说了吧？你还不知廉耻上门找我，想干什么？周哥，之前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鬼迷心窍，做了忘恩负义的事。我这次专门来给您赔罪的。这酒是我特意买，年份高的，一点心意。无事不登3宝殿。连小东，直说你的来意，别跟我来这套。实不相瞒，最近我厂里缺铜，想从您这边买点，您看方便吗？不是借钱，是要买铜。对，买铜。我想从您这儿弄10吨，不，20吨。您手里有60多吨铜，给我20吨，还剩40多吨，完全不影响您生产的。确实不影响生产，但我现在没有卖铜的打算。什么？不卖？是的，我不准备卖，你回去吧。还有把你带来的2瓶酒也拿走，我们之间的恩怨不是一句道歉、2瓶酒就能了结的。周哥，您再考虑考虑，我真的急用啊。不用考虑，慢走不送。可恶，这家伙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不能生气，不能走，一旦走了，我就彻底没希望了。周哥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原谅我吧。我给你下跪。周哥，我知道错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抱歉，不管你如何求我，我都没有出手铜材料的打算。好马不吃回头草，当初你被刺我撕破脸皮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周薇，我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绝情，我们那么多年的交情，你当真不管不顾了吗？我们之间的交情不是你先斩断的吗？既然你当初选择了那条路，现在又何必在我面前惺惺作态？我还有事，你要是想跪，就继续跪着吧。好，既然你如此绝情，那就别怪我无义了。周薇，我们走着瞧。你好，我是周航。航哥你好，我是陆思思，你叫我思思就行。你好，思思。航哥，久仰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比照片上还要帅。照片？都怪你。航哥，你家里是做什么的呀？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有没有女朋友之类的？我家就是普通家庭，父母开了个小电子加工厂，我自己嘛，刚辞职，打算过段时间创业。女朋友没有，前妻嘛，倒是有一个。啊，航哥，你有前妻？不错，我有个前妻，大学认识，毕业就结婚，3年风雨，最终在前阵子和平离婚。航哥，容我八卦一下，你们是怎么离婚的？要是不方便。没什么不方便的，就是挺狗血的，怕你们不信，就是家里的一些矛盾。我前妻那边为了给他弟弟治病，逼着我卖房，甚至想把我父母赶出去。啊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伏地魔，我还以为只存在在小说里呢。航哥，没想到你经历了这么多，不过好在那都是过去式了，以后肯定会遇到更好的。那是自然，就比如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这一位啊。思思，好，我闭嘴，不说了。玲玲，跟你确认下，所有情况都跟我说了吧？离婚诉讼不能隐瞒，不然输了官司我可不负责。放心，婷婷，
我全说了，没半点隐瞒。那笔给陈伟的钱是自己的，弟弟也是自家的，没必要说。好，我去趟洗手间。是周航。好啊，难怪跟我离婚，难怪不管我弟弟，原来是勾搭上了狐狸精。那拆迁款怕是都拿来泡妞了。那是我的钱，凭什么他过得比我好？周航，好你个周航，难怪急着跟我离婚，原来是早就外面有人了。你谎话连篇，拉黑我所有联系方式，让你出钱救我弟弟，你说没钱，没钱还出来泡妞，你的心可真黑。那是你小舅子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？陈玲玲，你搞错了4件事。第一，我离婚时根本不认识他们。第二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有钱没钱和你毫无关系。第三，陈伟是你弟弟，不是我小舅子，我没有任何义务救他。第四，你这种逼丈夫卖房、赶公婆出门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说我黑心？哼，说的再好听，你还是见死不救。就算离婚了，有点良心的人知道骨髓能救人都会捐，你拒绝就是没爱心，冷血无情。救人也要看是谁。陈伟那种啃老、嚣张跋扈、忘恩负义的废物也配我救？他这种人早点死，才不会祸害别人。闭嘴，不准你这么说我弟弟，他还小，以后一定会懂事的。陈玲玲，你在开玩笑吗？陈伟都22岁了，国家规定18岁就成年担责，你说他还小，是巨婴吗？一个260多个月的宝宝。22岁怎么了？在我眼里，他永远是需要我照顾的弟弟。我懒得跟你废话，你要照顾是你的事儿，别扯上我。现在立刻马上离开，别打扰我们吃饭，否则我叫服务员把你请出去。急着赶我走，怕我坏你泡妞的好事。两位妹妹，你们可擦亮眼睛，别被这种人骗了，到最后人财两空。周航，你看到了吧？有我在，你别想骗到好女孩。这位姐姐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我和航哥相处得非常开心，至于你说的被骗，更是无从谈起。认识航哥之后，我跟着他2天就赚了20多万。如果这也算骗，那我情愿一直被骗。2天赚20多万，怎么可能？他以前1个月才1万多工资，怎么可能带你赚那么多钱？航哥，我可以说吗？我和他已经离婚了，没什么不能说的。这位姐姐，期货市场你应该听过吧？前段时间，航哥拿拆迁款投入400万买了铜期货，这几天铜价暴涨，他3天下来整整赚了1000万。我本金少，2天也赚了20多万。不可能，3天赚1000万，我不信！你们联合起来骗我，周航就是个窝囊废，他怎么可能赚1000万？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如果不是航哥带我真金白银赚了钱，我明知道他离过婚，还会这么偏袒他吗？周航，你现在那么有钱了，能不能救救我弟弟？他的病不能再拖了，再拖就没救了。陈玲玲，你是不是太可笑了？刚才气势汹汹过来污蔑我，现在转头就求我救你弟弟，你真以为全世界都得惯着你？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想让我救陈伟，这辈子、下辈子都不可能。你当真这么绝情？我们好歹夫妻3年，你也知道3年夫妻，当初逼我卖房、赶我父母出门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夫妻情分？偷偷拿钱给你弟弟败家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夫妻情分？好，既然你不顾旧情，我也没什么好顾虑的。周航，你等着法院传票，我起诉你不履行离婚协议，更起诉你婚内出轨。你才离婚几天，就和这个女人暧昧不清，真当我是傻子吗？起诉，我等着你。这下你们家多拿的每1分钱都准备给老子吐出来吧。玲玲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没什么，就是偶遇前夫而已。我们走吧。你好，我是林婷婷，是陈玲玲的律师。如果有时间，我希望能和你私下聊聊，争取庭外和解。律师陈玲玲，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。刚才还哭着求我救你弟弟，转头就已经找好律师准备起诉我。按我说，你不仅起诉了，连法院传票都快下来了吧？你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么厚颜无耻的？婷婷，走吧，这种人没什么可私聊的，法庭上见。周先生，法庭见。当然，若你愿意庭下和解，欢迎随时找我。烦人的人终于走了，航哥，快吃饭吧，我肚子都饿了。就是，菜都快凉了，再不吃我可要吃光了。可恶，混蛋，渣男，该死的周航，你竟然背着我找别的女人，你怎么不去死？玲玲，冷静点，你前夫和刚才那个女人到底什么关系？什么时候认识的？这关系到你能不能多拿财产，必须查清楚。我不清楚，第一次见他，这就难办了。看来我只能动用关系去查他的底细，希望能有收获。婷婷，还有件事，我听说周航最近炒期货，3天赚了1000万，你帮我查查看是不是真的？我实在不敢信。3天赚1000万，我知道了，会帮你查的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林律师怎么说？什么时候能开庭？妈，开庭还早，首先要做的就是立案，只有立案通过了才会开庭。从立案到开庭，大概需要1个月左右的时间。开庭还要1个月？那判决下来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弟弟的病拖不起啊！妈，程序就是这样，林律师也没办法，我们没背景没人脉，只能等。都怪周航那个小王八蛋，见死不救，为了躲我们，连家都搬了，厂子也签了，摆明要跟我们一刀两断。妈，
我今晚跟婷婷在餐厅碰到周航了。碰到了？他怎么说？肯救你弟弟了吗？不肯，而且他离婚没几天就找了新女朋友，长得特别漂亮。什么？才离婚就有新欢？他肯定是婚内出轨，早就背叛你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已经让林婷婷去查了，只要能证明他出轨，开庭他必输，说不定能让他净身出户。真的？太好了，到时候他的存款、房子全都是我们的，你弟弟的病有救了。几天时间转瞬即逝，周航早已做好万全准备，从容应对即将到来的官司。航哥，铜价破4万1吨了，还会涨吗？航哥，涨幅好像慢了点，是不是快到顶了？航哥，已经4万7一吨了，我们要不要出手？不急，继续拿着，还没到最高点。好，我听你的，你说卖我再卖。61吨铜，当初花了200万，现在4万7一吨，光差价就赚88万，半个月顶我过去干2年，真香。万总，我是连晓东，之前的合同能不能改一改？我真的扛不住了。合同签了就必须执行，违约你就赔违约金，别的免谈。电话被直接挂断，传来忙音。你个王八蛋！不好了，林总晕倒了。屏幕上的铜价数字不断跳动攀升，4万7300，4万7500。周航紧盯着屏幕，直到那串标志性的数字跳出来，4万8一吨。终于到了，晨曦可以平仓了。随着指令发出，周航毫不犹豫地操作手中250手的铜材料平仓，刹那间账户里数千万资金瞬间涌入。250手，1250吨，按4万8一算，总市值6000万，还掉4000万借款本金，扣掉手续费和利息，净赚2300多万。航哥，我平仓完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好多小钱都够我买卡曼的首付了。才60多万就这么开心，这才拿到哪？航哥，你人呢？还在忙吗？没什么，在想下一步炒什么，带你继续赚。航哥，能再带带我吗？求带飞。当然没问题，等我定好就告诉你。好，多谢航哥，爱你么么哒。么么哒，记下了，这就去找你，让你兑现承诺。不要过来啊！2000多万只是开始。周航打开新的期货界面，目光落在了黄金走势图上，价格停留在238元每克。现在金价是近几年最低点，稳定不了多久。上一世这群大妈半个月就把金价扫到290，涨幅超21%。用这2000多万本金上10倍杠杆就是2亿，等15天后大妈进场，一波就能狂赚4000万以上。你好，小姐，我想要买一辆保时捷卡宴，能帮我介绍一下吗？好的，先生，请跟我来。真美啊！没想到这保时捷 4S 店还有这么优质的美女，早知道就该早点来买卡宴了。先生你好，这就是保时捷卡宴 3.0T 双涡轮增压车型。这款 3.0T 的车型落地价大概在130万左右，配置上完全满足日常使用。V6 发动机动力充沛，油耗也相对合理。好的，那我今天就要预定这辆。不过小姐姐，你看我花100多万在你这买车，是不是也该有些表示啊？不知先生想要什么表示？不如我们去吃顿烛光晚餐，吃完之后再找个酒店休息一下。毕竟我今天可是大出血买了一辆车，这点面子你总该给吧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本店没有这项服务，而且不要以为有几个钱就可以随意要求别人，我不吃这套。小妞，你耍我是吧？100多万的生意，你不跟我去酒店，我凭什么在你这买车？你也不想想，这1、2万的提成可是你1、2个月的工资。那就请先生去找能满足你要求的员工吧。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敢得罪我，信不信我让你在这个店混不下去？经理？谁是经理？我要投诉你们店的员工态度恶劣。先生您好，请问发生什么事了？是我们哪里招待不周？我爸是星光房地产董事长，我要投诉这个销售员，他态度恶劣，还勾引我说找他买车可以提过分要求。我是那种人吗？晨曦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经理，他满口胡言，是他开口要我陪他吃烛光晚餐，去酒店，我拒绝了，他就威胁我，现在还反过来污蔑我。诽谤，他在诽谤我。真不要脸，自己骚扰人还装可怜。晨曦为人我们最清楚，说他勾引客人，打死我都不信。嫉妒人家漂亮优秀，就敢这么抹黑？这位先生，是不是诽谤？店里全程高清有声监控，一查便知。吕少，有误会我们去办公室谈，别影响其他客人。不必，杭城又不是只有你们一家保时捷店。别担心，我们老板护短，背景不比他家差，我马上报备，他能轻松摆平。谢谢经理。陈国光立刻拨通老板电话，简单说明情况。放心，老板发话了，没人敢动你。小兔崽子，你敢惹徐总的人，立刻收手，不准动那个女孩。那位老板我都惹不起，你再敢闹事，我直接打断你的腿。爸，我知道了，我不能出手，不代表别人不能。周晨曦，你先得意一阵子，等我朋友回来，有你好受的。
周晨曦心里满是委屈，他拿起手机，下意识给陆思思和周航各发了一个委屈的表情。周航在我心里的位置已经和最好的闺蜜陆思思平齐，原来我也会主动依赖一个男生了。手机震动，周航秒回消息。怎么了？遇到烦心事儿了？刚才店里发生了很糟糕的事。周晨曦按住语音键，把吕良志骚扰的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周航。周航脑海里飞速检索上一世的记忆。星光地产，吕大伟、吕良志，我想起来了。这家公司靠暴力拆迁、涉黑发家，2018年因命案彻底崩盘。算算时间，那起命案已经发生了。吕良志，你敢打晨曦的主意，算你倒霉，遇上我这个重生的人。上一世你能潇洒3年，这一世我提前送你进去，正好距离黄金大妈进场还有15天，先解决吕家，再做空星光地产，反手赚一笔，一举两得。今天赚了大钱，我请你吃饭，好好安慰一下你。好，下班我来接你，叫上思思吗？不用了，她今天有事。看，那是晨曦男朋友的车，开大众的，能扛得住星光地产的太子爷吗？晨曦眼光真好，就算车不贵，人看着也踏实。别议论了，晨曦出来了。想吃什么？吃火锅吧，好久没吃了。那去海底捞带你尝尝。晨曦，这几天把你能调动的钱全部准备好，有多少算多少，能借也可以借一点，这一波稳赚不赔。真的吗？是什么项目呀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提前1天我通知你，记得把融券权限开好。好，我信你。朱明成，吕大伟最信任的心腹，也是命案关键人的父亲。朱先生，我有你最想要的消息，单独聊聊，和你女儿有关。你女儿已经去世了，凶手是吕良志和他的朋友，其中1人怕暴露，已经逃去国外。吕大伟知情，是他帮儿子应下了一切，掩盖真相。不可能，大哥不会这么对我，你在挑拨离间。是不是挑拨？你查就知道。我给你线索，凭你的能力一查便知。周航缓缓说出上一世官方公布的关键证据链。你为什么告诉我？我要扳倒吕大伟，而只有你能做到。你和他有杀女之仇，你又是他的心腹，知道他所有黑料。你那么疼你女儿，他死在你最信任的大哥的儿子手里，他把你当兄弟吗？他把你当傻子耍。你要是还有血性，就为你女儿讨回公道。他在天上看着你。吕良志，如果真是你，我朱明成与吕家不死不休。我还有一个请求，你准备揭发之前通知我一声，我也想亲眼看着吕大伟落网。好，怎么联系你？在这椅子背面用喷漆画一个半蓝半白的圆圈，我就懂了。你心思很深，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见面。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，我先走了。今天的事儿我会烂在肚子里。多谢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这一步棋走得堪称完美，彻底除掉吕良志这个威胁。借朱明成之手，先翻星光地产这座黑恶靠山，提前布局做空股票，在吕家倒台时狂赚一笔。吕大伟、吕良志，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2天时间转瞬即逝，周航紧盯星光房地产的股价走势，心中运筹帷幄。时间到了，该去看看那把椅子有没有朱明成的记号。展厅里，周晨曦刚签下一单70-80万的卡曼，脸上笑开了花。小西西和航哥进展咋样？最新情报速速交出来，人家可是给了你60多万的彩礼，你可不能装傻哦。什么彩礼？那是我靠本事赚的。行行行，你说啥都对。那你觉得你们俩合适不？人呢？发呆呢？是不是被我说中了？嘿嘿，被我猜中了。以后请叫我路人杰。航哥说过几天还要带我赚大钱啊，我错了。西西宝贝带我飞，3顿大餐我请客。等我消息。对了，能借钱尽量借点。航哥说这波要搞大的，资金越多赚的越多。收到，我马上去筹钱。回聊了。不知道这次能赚多少小钱呢？真的，竟然是真的。吕良志，你这个畜生，瑶瑶那么小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吕大伟，我为你出生入死，替你扛下所有脏事，你却帮你儿子掩盖杀女之仇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你们父子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看来朱明成已经准备好了，在不在？要行动了。在的，航哥，刚才在忙。能请假吗？大事儿，马上来星光集团这里。等我，立刻请假。星光集团，这不就是吕良志家的公司吗？航哥怎么会来这里？2融账户开通了吗？开通了。完了，忘了告诉思思开通2融账户了。那就好，现在直接做空星光房地产。做空星光地产，航哥，你没开玩笑？这可是100亿市值的大公司，股价一直很稳啊。放心，我有绝对可靠的消息，不用半天，吕大伟会被警方逮捕。消息一出，股价必定连续跌停。我信你。周航不再多言，直接全力出手，将全部2300万资金投入融券。航哥等我，我叫思思把钱转过来。陆思思不够融券资格，直接将60万全部转给周晨曦代操作。记住，今天的事只有我们3个人知道，绝对不能外传。放心，我明白。20分钟后，2人全部操作完成。92万股，6.4万股。航哥，你怎么会知道吕大伟要被抓？不方便说可以不说。告诉你，你会爱上我的。前段时间吕良志欺负你，我恰好知道吕家父子的命案和黑料，我不想让任何人伤害你，所以我找人揭发了他们所有罪行。
你竟然为了我去招惹整个星光地产？航哥，我们还要等多久啊？应该快了。朱明成既然画了记号，应该已经把证据交上去了。来了。航哥，你真是料事如神啊！我再问你一遍，最近有没有惹事？徐总那家 4S 店的销售员，你没去碰吧？爸，我保证，我绝对没动他。我不动，不代表黄蜂不动。再过1个月，他就要从国外回来了。你最好记住，你再敢给我闯祸，我直接把你弟弟接回来，以后家产跟你没关系。爸，我知道了。吕大伟，你涉嫌多起案子，这是逮捕令，吕良志也一并带走。等等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和你们王局长很熟，让我打个电话。爸，他们怎么会知道？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，带走。吕家父子被押出来的一幕，让所有员工彻底炸开了锅。我的天，董事长和少爷都被抓了，这是犯了多大的事儿啊！完了完了，公司肯定要完了，我这月工资还没发呢。唉，我真服了，这是我入职的第7家公司，这家成了3天就炸雷。大家安静，董事长只是配合调查，公司一切正常。出来了，航哥，他们真的被抓了，吕良志那个坏人终于完蛋了。大局已定，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坐着等着数钱就行了。发财了，航哥，真的发财了，股价跌了5块，我借了64000股，每一股赚5块，这一波进账32万，加上思思的，我们俩一天就赚了30多万，这简直是抢钱啊！航哥，我怎么没早点认识你呀？要是早点认识，我早就成富婆了。现在认识也不晚。那是，认识的早不如认识的巧。我超庆幸，当初去 4S 店是我接待了你。我也很庆幸，是你接待了我。晨曦，我带你赚了这么多钱，你准备怎么感谢我？我，完了，刚才怎么会想亲航哥呢？这算不算牺牲色相？航哥会不会看清我？我出去接个电话。妈，怎么了？小航，你快来派出所，你爸和人打架，被民警抓走了。什么？我爸被抓了？妈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清楚，跟你爸以前的朋友连晓东有关。连晓东，那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。妈，你别慌，我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，航哥？没事吧？晨曦，我家里出事了，我得马上过去，等我忙完联系你。好的，航哥，你快去忙吧。半小时后，周航匆匆赶到派出所，一路上早已从母亲口中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就因为我爸和那孙子的客户吃饭被撞见了，那孙子就动手了。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连晓东以为你爸是故意抢他客户呢。爸，你没事吧？连晓东给你道歉了吗？没事，那小子被民警狠狠训了半小时，刚才那孙子的脸色比吃了苍蝇还难看。没事就好。周总，实在对不起，今天这事儿都因我而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李总，这事儿不怪你，要怪就怪连晓东心胸太小。当初他抢我万里群的份额，我一句话没说。今天这点事不值当生气。周总大气，既然你不怪我，那我们的合作继续谈。好，许我常力详谈。我先跟家人说2句，马上过来。没问题，周总您先忙。爸，现在铜价暴涨，正是你扩大业务的最好机会，价格不用压太死，稳住优质大客户，比一单暴利更重要。你放心，爸做了10几年生意，懂有舍有得，手里握着60吨铜，我肯定要趁这个机会把厂子做大。儿子，爸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咱俩有什么商量的？爸你就直说吧。我回来了。咦，你不是跟你家航哥约会吗？这么快就被抛弃了？是啊，被抛弃了，以后没人带你赚钱了，你满意了？好西西，我错了，我这就去洗菜，我还给你炖排骨汤。我这里没事了，你现在在哪？一起吃个饭吗？啊？怎么了？谁的消息啊？航哥叫我吃饭，可菜都买回来了，海鲜过夜就坏了。这还不简单，直接把航哥叫过来家里吃啊？你愿意让男生来我们家？他是我财神爷，还是你未来男朋友？我举双手双脚欢迎。死丫头，又调侃我，我们就是纯洁的友谊。呦，脸红成这样还友谊？我信你个鬼！不理你了，我去发消息。20分钟后，周晨曦将周航从小区门口接了上来。欢迎航哥，家里没茶叶，白开水别嫌弃。没事，白开水就很好。航哥你先坐，我和思思去弄锅底。弄什么锅底？洗菜这种小事我来，你的任务是陪好航哥。你要不要这么狗腿？要不是建国以后不许成精，我高低喊一句哪来的妖精抢我闺蜜。我打电话这么久你才来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做美容呢，一次2000块，我要是不过去，岂不是亏大了？2000块，现在厂子都快倒闭了，你还败家？那是你的事儿，我只管享受。你走那么快干什么？快给我打钱，我没钱花了。滚！从今天起，别想我给你1分钱，想花钱自己去打工。
连晓东，你敢这么对我，老娘跟你拼了！夫妻俩在门口大打出手，工作人员只能再次将两人带回调解。会议室内一片死寂，突然有一员工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。不好了，徐副董事长昨天半夜被警方带走了，他家人也一起带走了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，俩人出事儿，公司没救了，赶紧抛股，能捞回多少是多少。现在抛谁会要？分明就是送钱给别人。20亿蒸发，任谁也想不到，吕大伟纵横半生，最后栽在我这个重生不到1个月的人手里。晚上有空没？出来聚聚。今晚消费由赵公子买单，谁都别抢。收到，随时待命。就等周航了。周航，你呢？赵公子买单，那我必须去。嘿嘿，顺便带你去个神奇的地方，绝对流连忘返。神奇地方？你们背着我搞什么小动作？别问，问就是惊喜。晚上见。在干嘛？刚跟发小聊完，晚上要聚餐。哼，航哥，怎么知道我晚上要出去就不搭理我了？不是，就是觉得要是能跟你一起去就好了。我带你，你敢去吗？不敢不敢。店里不忙吗？偷偷摸鱼跟你聊天，我可从来没为了哪个男生耽误工作，你是第一个。那我这荣幸可不是一点点，是一点点。晚餐后，赵明轩带众人来到时尚足浴会所。这就是你们群里说的神秘场所，不就是个普通足浴店吗？你进去就知道了，保证让你流连忘返。4位技师很快到位，周航分到的188号技师，颜值气质十分出众。好家伙，现在足浴都这么专业了吗？怎么样，航哥，舒服不？舒服。2小时足浴放松后，4人转战大排档，几瓶啤酒下肚，话题渐渐转到周航的现状。航哥，听说你离婚又辞了工作，现在没收入了吧？别下担心，他还有384万拆迁款呢。不过航哥，咱得说句真心话，不能坐吃山空啊。我没在坐吃山空，最近在搞投资，1个月小赚了上百万。航哥，不至于吧？咱们知根知底儿。您哪懂什么投资？1个月赚上百万，那不是天上掉馅饼吗？航哥，你该不会是被骗了吧？400万啊，谁见了不心动？我知道你们担心，但我真没被骗，你们放心。那你把投资项目跟我们说说，哥几个帮你分析分析，看看是不是圈套。航哥，你这犹豫，我们更担心了，不会真遇上骗子了吧？行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说的投资是玩期货和股市，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投公司，运气好买的都涨了。我不信，除非你给我们看账户，不然就是在找借口。对，航哥，给我们看看呗。行吧，给你们看也可以，就是你们可别太惊讶。周航打开手机期货账户，把同材料交易记录直接亮在3兄弟面前，下一秒3人目瞪口呆。哇，卧槽，航哥，你这铜赚了整整2000万。没看错，2000万，你管这叫小赚100万？航哥，你也太低调了吧！我不管，航哥欺骗我们感情，你必须对我们负责。早知道你赚2000万，今晚就该周公子买单，或者赵公子白装了。小事，等下我去足浴店充10万卡，你们以后随便刷，算我的。航哥大气，我们下半身的快乐全靠你了。对了，你们手里有闲钱，最近可以买点黄金存着，马上要大涨。好，都听航哥的。4人不再谈钱，聊起年少趣事，半夜才各自散场回家。10天过去，星光地产股价一路狂跌，最终跌无可跌。可以平仓了。收到。周航点开融券账户，手指飞快操作，扣掉佣金4.6万，利息19万，净赚2690.4万，加上同期货的2000万本金零散存款，我的总资产突破5000万了。接下来轮到黄金期货了。周航操作期货账户，一键提现，4900多万资金稳稳到账，加上原有的存款，总资产正式突破5000万。5000万作为本金刚刚好。他毫不犹豫，将5000万全部转入期货账户。半个月后金价冲到290，一刻赚52，车到付款期也刚好，时间点卡得死死的。航哥，明天有空吗？我们公司团建，可以带家属。我跟同事说了你是我男朋友，大家都想见见你，能不能陪我去啊？好，我男朋友答应了，明天你们就能见到他了。哇，终于能见到把我们电话带走的男人了。晨曦这么漂亮，男朋友肯定很帅吧？听说开大众，财力一般，那颜值肯定得顶呱呱。也就一般般了。欢迎光临，先生想看什么车型？我看卡宴，找你们店的周晨曦，让他给我介绍。晨曦，有顾客找你。是你？周大美女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今天来也订一辆卡宴。好的，先生，需要试驾吗？必须试驾，合适的话今天直接订。周晨曦带着柯有才完成试驾，柯有才付了50多万首付，剩下3年分期，贷款2小时就审批通过。先生，感谢您的信任。提车大概需要2到3个月，请收好合同。等等，美女，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？流程都办完了，
没有遗漏。我是说，你是不是该单独请我吃个饭？抱歉，单独吃饭不属于购车服务，我不能答应。那上次你怎么跟我大学同学周航单独出去吃饭？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航哥不只是我的客户，还是我男朋友？造孽啊！我怎么这么傻？明天团建你带家属吗？带啊，公司买单，不去白不去。听说周晨曦也要带男朋友去，烟花带男友，要是不够优秀，肯定有人暗地里嘲讽。这年头，谁还相信爱情啊？选个普通人，早晚被现实打脸。周航不是大学刚毕业就结婚了吗？原来是找的外遇啊！我可算抓到你把柄了。明天团建我就当众揭穿你，光揭穿不够爽，我再组织杭城的大学同学一起去，免费大餐，没人会拒绝。明天我让你身败名裂。喂，剑生，航哥，跟你说个事，咱们大学同学要开同学会了。同学会？怎么会突然要开同学会？谁组织的？听说是柯有才组织的。这家伙最近买了辆保时捷卡宴，飘得不行，打算请留在杭城的大学同学聚一顿撑场面。柯有才，他也买保时捷卡宴了。航哥，你别告诉我你也买了卡宴。我确实预定了一辆，大约1个月前。周航将自己花200多万入手顶配卡宴，恰巧在店里碰到柯有才的事，全盘托出。不愧是航哥，200多万的豪车说买就买。不过柯有才也是真头铁，明知道你提了顶配卡宴，他还敢买低配款，就不怕碰见你被秒成渣啊？管他呢，从大学那会儿我就没把柯有才放在眼里。对了，同学会我就不去了。啊？为啥不去啊？明天我准女朋友店里团建，我作为未来家属得陪着一起去。啥？航哥，你交女朋友了？这是啥时候的事啊？你不是刚离婚没多久吗？这速度也太快了。就是我刚跟你提的周晨曦，我俩买车的时候认识的，后来经常约着吃饭，慢慢就熟了。目前算是朋友之上，恋人未满的阶段。原来是他啊！航哥牛逼！柯有才要是知道，他当初费尽心思搭讪的大美女，转头成了你女朋友，不得当场气死啊！别乱说，还不是女朋友呢。得了吧，人家团建都让你当家属陪同，心思明摆着了。航哥，我挺你，赶紧把人追到手。借你吉言，等追到了带他给你们见见。时间不早了，我明天得早起，先挂了。好嘞，航哥，你早点休息。次日清晨，保时捷 4S 店门口热闹非凡，周晨曦站在人群前方和同事们说说笑笑。来了来了，就是这个车。我去，我猜到晨曦男朋友会帅，但没想到这么绝。这颜值，换我也心动了。这是什么神仙情侣？男帅女美，也太养眼了吧！光帅有什么用？这年头没钱寸步难行，柴米油盐才是现实。谈恋爱又不是立马结婚，颜值高看着都舒心，哪个女生不喜欢帅哥啊？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。小伙子，谈恋爱直奔结婚，目的是不是太功利了？话说，这男生我看着特别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我想起来了，他就是1个月前在咱们店里找晨曦订了200多万顶配卡宴的那个大客户。当初签合同，我就在旁边看着呢。啥？原来是低调富二代啊！能随手买200多万的车，家里资产起码几千万上亿吧？我就说气质不一般，晨曦也太幸运了，男朋友又帅又有钱，简直是小说照进现实。大巴车抵达团建目的地，本次行程安排的满满当当。上午2小时真人 CS 对战，下午全员自由活动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我进来喽。进来吧。好看吗？好看，美极了，不仅英姿飒爽，女神范儿更是十足。走吧，我们去击毙敌人。本以为能并肩作战，大杀四方，可战斗刚打响，周航和周晨曦就被其他同事击节节败退。不好玩，他们欺负人，好多人都在打我们。没办法，谁让咱们现在是他们眼中的神仙情侣，放心里也是没办法。CS 对战结束后，全员乘车返回5星级度假酒店。公司默认周航和周晨曦是情侣，只给2人开了一间房。那个，你先洗还是我先洗？我先洗吧，洗完了我直接出去，你可以放心洗。那就麻烦航哥你了。2人很快洗漱完毕，并肩前往酒店餐厅吃饱喝足后，漫步到酒店花园。航哥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林建生明明是去参加柯有才组织的同学会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不是周航吗？还真是巧啊，在这里都能遇上你。咦，周晨曦小姐也在这里啊？我听说你今天是和男朋友一起参加公司团建，你男朋友是哪个啊？他肯定不是，毕竟周航是有老婆的人，他怎么可能是你的男朋友？柯有才的刻意挑唆，瞬间吸引了花园里一众 4S 店员工围观。什么？晨曦的男朋友竟然是有老婆的人，这消息也太炸了！这么说，晨曦岂不是成了小三？他条件这么好，图什么啊？晨曦肯定不知道吧？不然以他的性格，绝对不会做这种事。哎，晨曦也太可怜了，本来以为遇到真爱，结果碰上了渣男。周航这份大礼你还满意吗？
今天我就让你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。晨曦也太安静了吧，这反应也太反常了，根本不像被欺骗的样子啊。该不会晨曦早就知道他有老婆，故意装作不知道吧？周小姐，你男朋友是有老婆的人，这么大的事他都瞒着你，摆明了是玩弄你的感情，你难道就不愤怒吗？谢谢你，你人还怪好。不过我觉得你搞错了2件事。第一，他以前确实有老婆，但我和他第1次见面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离婚了。说起来，那天你也在保时捷 4S 店。第二，他有前妻这件事，认识没多久他就主动告诉过我，所以你说的玩弄感情根本不存在。离婚了？不可能，他在骗你，他怎么可能离婚？那个，我可以作证，周航确实离婚了。我有他前妻陈玲玲的微信，1个多月前他就在朋友圈晒过离婚证了。我也能作证，我航哥早就恢复单身了，这事我最清楚。原来早就离婚了啊！我就说晨曦不可能做这种事。就是以晨曦的眼光，怎么可能看得上渣男？离过婚怎么了？就冲周航的颜值和财力，完全不影响。可不是嘛，优秀的人就算离过婚，照样抢手。原来是这样，是我没搞清楚状况，误会大家了，我的错。我就是看你们关系亲密，怕周小姐被骗，才多嘴提醒一句，没想到弄巧成拙。周航，我跟你道歉。既然大家这么有缘偶遇，晚上我们同学会也在这酒店聚餐，到时候我给你敬杯酒，算是赔罪。好，我等着你的敬酒赔罪。我就客气，你还当真了？呵呵，好，那晚上我在餐厅等你。航哥，这就是航嫂吗？你眼光也太好了。晨曦，这是我最好的兄弟林建生，我的事他都知道。建生，这是周晨曦。你好，林哥。你好，我就不打扰你们2人世界了。航哥，晚上酒店餐厅见。花园发生的一幕，恰好落入酒店门口2位男子眼中。其中气场沉稳的男子正是保时捷 4S 店的老板徐宏杰，身旁随行的是经理陈国光。看来我们的店花很受欢迎啊。晨曦确实长得漂亮，我见过的优质女生不少，能比得上她的真没几个，也难怪这么多男生追求。长得漂亮的女人到处都是，娱乐圈更是一抓一大把。可难得的是洁身自好，这个周晨曦品性不错。老板，您该不会对周晨曦感兴趣了吧？想什么呢？没看见人家有男朋友，更何况我有家有室，妻子还是名门千金，我可没兴趣在外搞这些小动作。说的也是，是我误会了。比起电花，我更对她这个男朋友感兴趣。偌大的星光房地产，短短半个月市值暴跌，股价只剩巅峰期的30%，这事儿可不简单。老板，您的意思是星光房地产落得这般下场，是这个年轻人造成的？或许吧，我之前刚警告过吕大伟，没过多久他就被捕出事。顺着线索一查，发现有人精准踩点做空星光股票，而这笔操作的关联人正是周晨曦。再深挖下去，就查到了周航头上。找个机会，得和这位年轻人认识一下。4S 店的团建晚宴设在1楼小型宴会厅，老板徐宏杰十分阔绰，4桌10人席全按8888元的标准置办。全员到齐后，晚宴正式开席。我去趟隔壁，很快回来。咱们的校草终于来敬酒了，我还以为你有了新欢，早就把我们这些老同学忘了呢。就是啊，周航，难不成交了女朋友就看不起老同学了？这哪能忘？更何况忘了谁也不能忘了柯有才你，毕竟我还等着你的敬酒道歉呢。该死，这家伙竟然真要跟我死磕到底。是啊，柯有才，下午可是你亲口说要给航哥敬酒赔罪，该不会想说话不算话，耍赖吧？怎么，你是打算说话不算话吗？周航，我说过的话自然会算数，不过我觉得换个道歉方式更好。这样吧，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内幕消息，就算是给你赔礼道歉了。你能有什么消息？大家都知道我是开黄金店的，规模不算大，但1年稳赚30万不难。当然我只是小打小闹，我爸的金店规模大，1年能赚上百万。所以你跟你爸挣多少钱也算内幕。今天我要说的就是，过几天黄金价格铁定大跌，现在市面金价大概240块钱一克。我从我爸那拿到独家消息，这次金价铁定跌破200块钱一克。你们手里有黄金的赶紧趁现在卖掉，等跌破200再买回来，一克就能赚40块，囤的越多赚的越多。周航，我把这么重磅的独家消息告诉你，这道歉诚意够足了吧？航哥，咋回事？相信我就行，柯有才的话，你当他是放屁就好。我知道了，柯有才，你说黄金降价就降价，消息来源靠谱吗？别是随口编的吧？我的消息当然可靠，你们知道吗？漂亮国华尔街知道吗？世界3大金融中心之一。哇！我爸花大代价拿到消息，华尔街要大量抛售黄金，不光国内金价要跌，国际金价也会跟着暴跌。华尔街的消息啊，那肯定错不了。柯有才，太感谢了，明天我就去把手里的黄金全卖了。还是有才厉害，连国外的情报都能拿到。
等我赚钱了，一定给你送份大礼。周航，你摇头是什么意思？觉得我在骗你？没什么，只是对你的道歉方式不满意。说好的敬酒赔罪，结果拿条忽悠人的消息搪塞我，看来是我高看你了。忽悠人的消息，你竟然敢说我的消息是忽悠人的？周航，有本事你明天别去卖黄金。周航，你这就不对了。有才好心给你透露内幕消息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还污蔑人，太过分了。就是，你可以不信，但别乱说话。不就是下午那点事吗？男人格局大一点，别揪着不放。理财都这么有诚意了，你还无理取闹？说我格局小，没关系，等金价暴涨的那天，希望你们不会哭着后悔。老林，我先走了。航哥，等等我。林建生，周航走也就走了，你怎么也跟着走？别忘了今天是庆祝有才提保时捷，你连句恭喜都不说就走，也太没礼貌了。好歹有才也邀请了你。区区一辆低配版卡宴，有什么好庆祝的？我航哥花200多万提的顶配卡宴，价格能买2辆低配，这才叫真本事。不可能吧？周航哪来的钱买200多万的顶配卡宴？我听说他家里拆迁，拿了几百万赔偿款。就算有拆迁款，也不能这么造啊，太奢侈了。就他那点工资，以后养得起这车吗？我就说他格局小，有点钱就装逼，几百万赔偿款早晚被他败光，等着瞧吧。一群可怜虫被柯有才卖了，还替他数钱。哼，希望你们到时候别后悔。台哥，讨厌的人终于走了，您再跟我们说说黄金到底能跌到多少啊？我妈家里藏了1公斤黄金，我打算明天偷偷卖掉，等降价了再买回来，给她惊喜。您觉得可行吗？好说好说，都是同学，能帮的我肯定帮，放心跟着我的消息走，保证大家有钱赚。周航和林建生分开后，林建生独自驾车离开，周航则返回 4S 店团建宴会厅。航哥，你同学那边跟你道歉了吗？发生了点意外，没道歉，反倒闹了场笑话。周航低声简述包厢里的经过，周晨曦越听越气。那个柯有才也太过分了，你的同学也有眼无珠，分不清谁是真大腿。等着吧，他们恭维柯有才，早晚有哭的时候。你就这么信任我？柯有才好歹是开金店的，按理说他的话不是更可信吗？虽然他是开金店的，但我就是信航哥，可能是因为你之前带我赚了2次钱，跟着你有肉吃。那为了对得起你的信任，我得多带你赚几次钱才行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务必如此。第二天一早，柯有才意气风发地赶到自己的金店，背着手在店内踱步。小王，从今天起，店里启动连续7天的促销活动，所有黄金饰品一律9折出售，抓紧把店里的黄金全部清仓卖出去，立刻把活动消息发给所有老客户，让他们帮忙转发宣传，务必在金价下跌前把库存全卖掉。好的，老板，我马上办。短短1个多小时，消息传遍了周边片区，第一波闻讯而来的大妈正朝着金店火速。早啊，晨曦，你昨天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晚9点多就回来了，看你睡得香，没敢打扰你，要不要吃早餐？来点，正好饿了。小西西，昨天航哥以你男朋友的身份陪你去团建，你们俩有没有发生点小暧昧啊？你想多了，那么多同事在场，能发生什么？哟，脸红了，你绝对有事儿瞒着我，快坦白，不然我可要大刑伺候了。别，我怕痒，我说还不行吗？周晨曦压低声音，红着脸把酒店里撞见周航出狱的尴尬事说了出来。哇哦，美男出狱图，我也好想看啊！好好说话，重新组织语言。我的错，就是纯粹欣赏一下，绝对没有别的心思。航哥是你的人，我哪敢碰啊？你还不信我吗？别乱说，航哥才不是我的人呢。好，我不乱说了，赶紧吃早餐，再调侃下去，怕把你这小丫头玩坏了。对了，有件事跟你说，上次咱们做空星光房地产，总共赚了180万，你的利润是67万，剩下113万是我的。航哥最近有新布局，我没来得及问你，就把钱全投进去了。你不急着用钱吧？不急，说好2个月还，这才过去半个多月，早着呢。等等，你刚才说我赚了多少？67万，这才几天啊，60万本金就赚了67万，抢钱都没这么快吧？这是明细，你看完就懂了，记得看完撕得粉碎，别外传。对了，你说航哥有新动作，这次是玩期货还是股票啊？黄金期货。另一边，柯有才的金店早已被闻讯而来的大妈们围得水泄不通。店员小王忙得脚不沾地，满脸激动地向柯有才汇报情况。老板，太疯狂了！一个9折活动引来这么多客户，这些大妈也太有钱了，好几个都是按斤买黄金的。照这个趋势，咱们店里的存货根本不够卖，要不要找柯总调点货过来？调，必须调！我现在就去我爸店里拉货。黄金的价格波动了，看来国内的大妈开始发力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名30多岁的男子缓步走到周航面前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。你好，你是周晨曦的男朋友吧？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。这是晨曦那家保时捷 4S 店的老板徐宏杰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？你是晨曦的老板？不错，正是我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徐宏杰。你好，徐老板。周航，
很高兴认识你，周航先生，你这是在玩黄金期货吗？不错，感觉最近黄金会涨，所以打算赚点小钱。黄金会涨，周航先生，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？为什么我得到的消息是黄金会大跌？您是说漂亮国那边的操作吗？华尔街作为世界3大金融中心之一，那帮资本家低价抛售大量黄金，确实足以影响全球金价。但他们都不知道，咱们国内有一群足以抗衡他们，甚至碾压他们的神秘力量。神秘的力量？咱们国内还有这样的神秘力量吗？当然有，而且经过我这几天的调查，这股神秘力量已经开始爆发了。已经爆发了？我看看，真的涨了。虽然只是涨了1块，但是意义非比寻常啊。周航老弟，我家里有点能量，现在对你口中的神秘力量非常感兴趣。我们合作一把，你把所知的神秘力量告诉我，我赚了大钱，分你1成利润，你看如何？1成利润？以徐宏杰的能力，出手便是10亿级别的收益，1成至少1个亿，这个条件实在太诱人了。1成的利润，徐老板，你这条件开的确实很诱人。对于朋友，我一向很大方，就是不知道周航老弟你怎么考虑的？徐老板，你开出这么高的条件，我好像没有拒绝的必要。徐老板，别叫我徐老板了，我年长你几岁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喊我徐老哥。好的，徐老哥，我说的神秘力量，其实就是咱们国内那些上了年纪的大妈。啥玩意儿？国内的大妈？你确定你不是在开玩笑？当然没开玩笑了。徐老哥不信的话，可以去查查，以你的能力，应该很快就能查到。前几天这些大妈或许数量还不多，但是今天的数量绝对达到了很高的程度，不然根本无法影响黄金价格。好，感谢老弟你的消息，如果这消息属实，那我可就发财了。不对，应该是我们一起发财。徐宏杰拿出手机给手下发去消息，让对方立刻调查全国金店情况。随后留在健身房和周航闲聊，话题全围绕经济形势展开。一番交谈下来，徐宏杰越发惊讶。周航见识超群，对经济局势侃侃而谈，总能一针见血。两人相谈甚欢，1个多小时悄然过去。调查的怎么样？老大，你是怎么知道今天全国的黄金店铺来了许多大妈？你的意思是，今天真的有很多大妈去买黄金了？是的，老大，而且不仅仅是国内，国外也出现了大妈抢购黄金的热潮。什么？连国外都出现了？是的，老大，那些大妈是真有钱，买黄金就跟买白菜一样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先挂了。周航老弟，今天咱们就到这儿。老哥，我也要去布局黄金生意了。等赚了钱，你的分成我会第一时间打给你。对了，我们加个微吧，以后常聊。好的，徐老哥，以后常联系。认识徐宏杰，就等于搭上了他身后的关系网。只要合作不断加深，他的人脉早晚也会成为我的人脉。老大，短时间之内能够凑齐的资金，就只有这7个多亿了。想要再多凑一点，需要一点时间。7个多亿吗？足够了，好歹也算凑齐了1个亿的刀了。而且国外和国内不一样，黄金期货最高可不是只有10倍、20倍，而是能够开启100倍。老大，你真的要相信那个周航所说的话吗？虽然目前咱们国内的大妈确实在横扫黄金，但那可是华尔街的资本。咱们国内的大妈真的能够战胜那些资本吗？与其说是我相信他，不如说是我在相信我自己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去海港的机票订了没有？订了下午3点的机票。你下去准备准备吧。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在海港那边待上个几天。是，老大。周航，希望你的猜测是对的，也希望我的直觉是对的。如果这次我能赚到大钱，那么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不是说金价会持续下跌，甚至跌破200一克吗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居然涨到243了，这尼玛糊弄鬼呢！我才把货都清出去啊！海哥，你不是说金价会跌吗？现在不降反升是什么鬼？我操，可有才，你不会是在骗我们吧？老子上午刚把家里的黄金卖了，下午就涨价了。老子信了你，偷了我妈的黄金卖掉，想给惊喜变惊吓，你说怎么办？你必须给我们交代。可同学们请放心，今日金价上涨只是临时的，明天金价一定会降。明天？行，我就再相信你一次。明天再不跌，别怪老子找你麻烦。算我一个，最讨厌被熟人骗。放心，明天肯定会跌，我说的。咦，你们怎么都把黄金卖了？我今天上午一下子买了2公斤的黄金。第二天一早，柯有才就立马查看金价，但现实又给了他当头一棒。不对劲儿，黄金价格怎么又涨了？柯有才偷偷点开同学群，满屏都是辱骂和质问。哼，这群脑子有坑的家伙！我当初是说过黄金会降价，但我没逼着你们卖吧？柯有才怒火中烧，选择直接退出大学群。那些同学通过弹窗发来了亲切的问候。草尼玛的柯有才，你竟然退群了！有种骗我，没种出来解释。我给我妈准备的惊喜变惊吓，这事儿你不解决，老子跟你玩命！傻逼，
你以为退群就没事了？我知道你进店地址，信不信砸了你的破店？柯有才看着私聊消息，满脸不屑，直接拉黑删好友一条龙。有本事就来砸店，我正亏钱烦得慌，来了正好送我一笔赔偿。不对劲儿，非常不对劲儿，这金价涨幅也太快了，才第2天一早，金价就涨到262一克了。我明明记得上一世此时金价只涨到255一克，莫非是我的出现引发了蝴蝶效应？最大的变数就是我认识了徐宏杰。不管了，金价涨得比上一世高，对我来说是好事。就算脱离掌控也没关系，情势不对就提前平仓，无非少赚点，绝对不会亏。时光飞逝，转眼10天过去，周航每天紧盯金价，同时翻阅国内外黄金相关资讯，凭借重生后的过目不忘，所有信息都牢记于心。金价已经涨到305元一克，比上一世高出整整15块。周航持仓2100手黄金，相当于210万克，一克多赚15块，总计多赚3150万，这笔收益极为惊人。金价远超上一世，事态也超出我的认知，不能贪心，见好就收，该平仓了。周航给周晨曦发去平仓提醒，随后快速操作期货账户，总成交额6亿4050万，扣除5亿杠杆本金、手续费与利息，这一波净赚1亿4000万，加上原本的5000万存款，资产直接飙升至近2亿元了。思思，我们平仓了。此次黄金期货，周晨曦和陆思思总投入340万，扣除手续费和利息后，净利润910万，连本带利总计1250万。我们按之前说好的37分，你拿30%，我拿70%，1250万的30%是375万。我当初只投了60万啊，我投了100万，赚了875万，回报率超8倍。认识航哥之前，我想都不敢想。西西，我们快成千万富翁了，跟着航哥也太爽了吧！西西，我爱死你了，375万啊，减去我借的钱，我还能剩350万，都能在航城买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了。我要怎么感谢航哥？那就是你的事儿喽。要不我送他个女朋友，解决终身大事，比如我最好的闺蜜你啊。不怎么样，送女朋友给航哥，我不同意。哎，送的人是我，那我没意见了。呦呦呦，还嘴硬？那我介绍别的女孩子给航哥喽。你敢？不敢不敢。航哥，晨曦，你今天没去上班吗？今天请假在家休息呢。航哥有什么指示吗？你老板徐宏杰晚上请我吃饭，特地说要带你一起，你要去吗？我老板请你吃饭，你们什么时候有交集的？这事我跟你细说，之前在酒店健身房碰到你老板，聊了黄金的事儿。周航简单说明相遇与合作的经过，周晨曦听完恍然大悟。行，我去，老板都亲自发话了，我不能不给面子，何况他之前还帮我警告过吕大伟。那你收拾一下，我开车来接你，正好我缺体面的衣服，下午一起去买，你帮我参谋参谋。好，我在家等你。和航哥逛街买衣服，这算不算约会呀？我开车了，先挂。逛街买衣服，我也要去。我的老叔刚完结，正没事儿干呢。不，你不想去？2人世界才不要电灯泡，再好的闺蜜也不行。西西，你这是有异性没人性吧？说好的闺蜜一辈子，你居然抛下我去约会？应该大概可能算是吧。这闺蜜不能要了。不和你说了，我去换衣服，化个淡妆。1小时后，周晨曦满脸抱歉的跑过来，拉开车门上车。抱歉航哥，有点事儿耽误了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我也没等多久。那我们去哪里买衣服？去万象城吧。航哥要干什么？该不会想亲我吧？我是给亲呢，还是给亲呢？卧槽，我就是系个安全带而已。晨曦闭眼嘟嘴，他以为我要亲他。气氛都到这了，我现在是亲呢，还是不亲？这是个问题。他越来越近了，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哪个缺德的按喇叭？差一点点，老子就亲到了。走了，你系一下安全带。航哥明明也想亲我，那就证明航哥心里是有我的。可他为什么不表白？是因为之前的婚姻有顾虑吗？晨曦刚才的反应明显也喜欢我，今天正好借着徐宏杰的饭局，把关系彻底定下来。今天晚上这种正式场合，必须买一套正经西装了。航哥，我知道这里有家手工西装店，名气不算大，但做工扎实，还能私人量身定制。咱们去看看吧。好，听你的。先生、女士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我们先自己看看。航哥，你试一试这身。好。周航转身走进更衣室，几分钟后更换完毕走出。哇，航哥穿西装也太帅了，这么绝的男人，我绝对不能让给别人。小姐，你男朋友穿这身也太好看了，是我们店开业以来最帅的客人之一。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对了，领带。周晨曦拉着周航走到领带区，挑选了一条与西装搭配的领带，亲手为周航系好。完美，还不错。这套多少钱？先生，总共是18万9460元。刷卡。玲玲，你二姨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，家庭条件特别好，光是存款就上千万，总资产4、5千万以上，比周航那个穷逼家强太多了。但他已经35了，长得还那么丑。人家有钱啊，等他一嘎，那钱还不都是你的？妈，就是相个亲，没必要来万象城买衣服吧？这里随便一件都几百上千，咱们家买不起，不如留着给小伟治病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你二姨说了，
对方彩礼直接给88万，只要你俩看对眼，小伟的治病钱就有着落了，这钱必须花。88万彩礼，这么多，那我试试。与此同时，买完西装的周航带着周晨曦走进这家店。你自己挑喜欢的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周晨曦点头，挑选好衣服走进更衣室。周航站在更衣室外等候，没想到陈玲玲和赵明兰迎面走了过来。周航，你怎么在这？好你个周航，竟然暗中跟踪我们，现在后悔跟我女儿离婚了，晚了。我女儿马上就是千万富翁的太太，人家条件比你家好100倍，识相点儿就按离婚协议分财产，不然等开庭没你好果子吃。哦，那就先恭喜你们找到下一个受害者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受害者？字面意思，你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我女儿这么漂亮，以后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。你个二婚男人，顶多找个丑八怪凑合过日子。航哥，我换好了。是你，航哥的前妻。这身衣服特别好看，还要试试其他款式吗？就这一身吧，今天时机不对，下次再来逛。好。多少钱？先生，这身衣服一共3万2。别，航哥，我自己有钱，我来买单。傻丫头，你是我女朋友，怎么能让你花钱？拿机器来，我刷卡。女朋友？航哥竟然说我是他女朋友。3万2的衣服说买就买，周航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？周航这个渣男，以前对我抠抠搜搜，现在对别人这么大方，太过分了。服务员拿来机器，周航毫不犹豫刷卡支付3万2。真刷了？不对，你还没按离婚协议分钱给我们，你这是花我女儿的钱养别的女人。周航，你个小王八蛋，老娘今天跟你没完。赵明兰，我和陈玲玲离婚时账务早就算清了，是你们不承认陈伟拿走的那笔钱。你不是已经起诉我了？有话法庭上说，私下造谣我就告你诽谤，到时候你进去了，你那废物儿子谁照顾？你才是废物，你全家都是废物，我儿子将来是大人物，你给我儿子提鞋都不配。一边去，再拦我，我马上报警。好，你嚣张，我相信法律公正，开庭那天看你还怎么狂。属于我女儿的钱，你一分都别想赖。当初周航对我那么好，我要是对他好一点，就不会这样了。早知道周航这么有钱，我当初绝不会逼他离婚。周老弟，可算来了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爱人林雅静，老婆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周航老弟，这位是他女朋友，也是我4S 店的店花周晨曦。你好，林姐，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你们好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晨曦，我常听杰哥提起你，说你比我还漂亮，今天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林姐过奖了，您比我漂亮多了。老弟，这次带你来，主要是感谢你当初给我的黄金消息，靠着这个消息，我在国际黄金期货市场狠狠捞了一笔。是吗？那可就要恭喜徐哥了。你就不问问我赚了多少？当初我可是答应给你1成利润。我相信徐哥会亲自告诉我的。你这性子是真稳。行了，我也不卖关子了，一共是5亿美刀，你的1成，按现在汇率折合人民币3亿5千多万。当然是很不错，不过徐哥，这3.5个多亿是不是太多了？多，一点都不多。老弟，要不是你提点，我根本赚不到这笔钱，这钱你必须收下。3亿5千万，换个长期伙伴，稳赚不赔。好，那我就取之不恭了。这才像话，男人就别婆婆妈妈的。除了这些钱，你在我店里订的顶配卡宴，我直接送你了。另外，我也送弟妹一辆玛莎拉蒂 MC20顶配版，明天就能到。那就多谢老哥了。啊，这会不会太贵重了？不贵重，一点都不贵重，区300万的车而已。要不是怕你不肯收，我都想送你1000万级别的豪车了。白的300万豪车就算了，老板还想送1000万级别的，也太毫无人性了。航哥，收下吧，这是徐哥送给我女朋友的礼物，你不收，万一让徐哥误会你不喜欢我了怎么办？我知道了，多谢老板。思思说的对，喜欢就要主动出击。他收下就代表愿意做我女朋友，时机差不多了，今晚就表白。不客气，这2辆车明天早上就送到保时捷4S 店，晨曦帮忙签收一下就行。老弟，等你女朋友通知去取车就好。多谢徐哥，到底该怎么跟晨曦表白才合适？我要怎么主动开口泡航哥呢？航哥，你先说，女士优先，还是晨曦你先说吧。航哥，这2个月里，我心里慢慢出现了一个人影，越来越清晰。我虽没谈过恋爱，也懂这是什么感觉。我想说，傻丫头，接下来的话该轮到我说了。周晨曦，认识你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事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我当然愿意。终于脱单了，我也是有女朋友的人了。航哥，你傻笑的样子也太可爱了吧！走吧，西宝，我送你回家。西宝这个称呼好好听，航哥你以后不管什么场合都要这么叫我。好。2人十指紧扣，并肩往小区里走，一路说说笑笑，很快就走到了楼下。那我上去了。没想到我家西宝平时那么果断，谈了恋爱居然这么粘人，可我不想你上去。西宝，我可以亲你吗？
航哥，我已经是你女朋友了，亲我不用问的，你想亲随时随地都可以。你刚刚那样一点都不像男朋友哦。草率了，我的错。那你还不亲？快10点了，你该上楼了。晚上微信聊，明天店里见。晚安。今儿个老百姓真高兴。我回来了，笑成这样，遇上什么天大的喜事儿了？你猜，我先去洗个澡。不对劲儿，太不对劲了。这笑容甜得发慌，肯定是和周航有大进展了。认识这么多年，从没见他这么开心过。不搞清楚真相，我今晚肯定睡不着。亲爱的男朋友，你到家了吗？到了，也洗完澡了。咦，那么快的吗？嗨，男人不能说太快。西宝，这是又想我了吗？想你了，超想的。隔音也太好了吧，啥都听不见，白蹲了半天。陆思思一无所获，只能无奈回房写新书。两人视频通话腻歪到深夜12点，怕耽误周晨曦上班，周航才依依不舍挂断。玛莎拉蒂 MC20，几百万的豪车，怎么在咱们保时捷店还像是要提走的新车？奇怪了，咱们店啥时候兼职卖玛莎拉蒂了？我有小道消息，这是老板专门给贵客准备的。贵客？谁这么大面子，能让老板送豪车？还好没迟到，就算有航哥的关系，也不能搞特殊化。晨曦，你可算来了，看到那辆玛莎拉蒂了吗？不知道是哪个贵客的。小薇，你猜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老板说的贵客就是我？啥？你是贵客？小希，你别逗我了。骗你干什么？等下你就知道了。晨曦，你可算来了！老板吩咐我把这2份合同交给你，签完字，2辆车就正式属于你和周先生了。没想到这丫头的男朋友这么厉害，能和老板称兄道弟。好的，经理。别这么客气，私底下叫我老陈就行。私底下叫老陈，公共场合还是叫经理吧，人言可畏。行，都听你的。对了，周先生什么时候过来提车？快了，10几分钟就到，他打的过来的。两人的对话传入周围员工耳中，所有人瞬间目瞪口呆，满脸难以置信。是什么情况啊？经理说大厅这2辆车是晨曦和她男朋友的。我去，陈经理怎么对晨曦这么恭敬？老板还送他300多万的豪车，肯定有内情，让吴双微去问问。小希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没什么，我男朋友和咱们老板合作，帮老板赚了30多个亿，所以老板送了我们1人1辆车。什么？30多个亿？30多个亿？咱们这家保时捷4S 店才值7、8千万，这能开40-50家了。普通人一辈子都碰不到的数字，晨曦男朋友也太牛了。又帅又有钱，还能力超强，晨曦妥妥人生赢家，上辈子拯救银河系了吧？西宝，我来了，让你久等了。我也刚到10分钟而已。周先生，欢迎您，合同已经交给晨曦了，咱们去我办公室签字吧。好，麻烦陈经理了。不麻烦，周先生是老板的贵客，叫我老陈就行，经理2字愧不敢当。周先生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豪门太子爷还是红二代？绝对是顶级大佬，不然怎么能帮老板赚30多亿？肯定不是普通人，太厉害了。周航和周晨曦快速签完购车合同，2辆车正式归属2人。西宝，你今天请假休息，还是继续上班？先休息3天吧，今天太高调了，等同事们好奇心平复了再来上班。好，你先把车开回家，我随后去接你。老陈，给我批3天假呗。没问题，安心休息，休30天我都批。多谢，那我们走了。